直到那个有勇无谋的吕布统一了三国，陈宫才发现眼前的凤仙是假冒的。如果眼前的凤仙是真的，老子的奇谋妙计早把曹操玩破产了。原来就在刚才，你穿越成战神吕布，却发现司徒王允正端着一碗美酒递了过来。熟读三国的你知道，今日便是王允设宴给自己玩的美人计，待会儿便是貂蝉出来跳舞。王允利用自己贪图美色，先将貂蝉许给自己，转手再送给董卓，好让自己跟那胖子玩命。一想到这儿，你心里一阵恼火。原主是个脑子里长肌肉的，被这老狐狸耍得团团转，最后落个身首异处的下场。就在此时，你脑子里响起一阵机械音，叮！神级词条听劝系统已激活，监测到当前环境，发布新手任务。选项一：按兵不动，等王允把貂蝉送给董卓，你再慢慢纠结。奖励称号忍者神龟，效果是耐力加10，但心情永远郁闷。选项2：当场截胡貂蝉，拆穿王允的算计，奖励神级词条抽奖1次，新手大礼包1份。系统建议：大丈夫生居天地间，岂能郁郁久居人下？建议宿主立刻截胡貂蝉，不当董卓的义子，当他的活爹。你听着这系统的建议，差点笑出声来。这系统够意思，对脾气。你盯着王允，心里盘算着怎么开口。王允见你发愣，还以为你喝多了，对着屏风后面使了个眼色。紧接着一阵清脆的铃铛声响起，一个穿着轻纱的女子迈着细碎的步子走了出来。你定睛一看，心跳直接漏了一拍。这女子长得实在太漂亮了，皮肤白得像雪，眼睛里像是有水波在荡漾，身段更是没得说。这就是貂蝉，难怪原主会被迷得找不着北，这谁顶得住啊？貂蝉在大厅中央翩翩起舞，那眼神时不时的往你这边飘。王允在旁边观察着你的反应，见你眼珠子都不转了，心里暗自得意。他放下酒杯，叹了口气说：唉，可惜呀，如此佳人，却生在这乱世之中。老夫虽有心照拂，却也怕护不住她呀。你心里冷笑，老狐狸开始演戏了，接着猛地站起身来，动作太大，把身后的椅子都带倒了。王允吓了一跳，忙问：凤仙将军，你这是何意？你大步走到大厅中央，一把抓住了貂蝉的手腕。貂蝉惊叫一声，像个受惊的小兔子一样缩在你怀里。你盯着王允，声音洪亮地说：司徒大人，我看这姑娘跟我有缘，既然你护不住，那就让我来护。这人我今晚就带走了。王允整个人都懵了，这不对啊！按照计划，你应该先表现出爱慕，然后自己再推脱一番，说要把女儿许配给他，等过几天再把人送进宫给董卓。哪有这种一上来就直接抢人的？王允老脸通红，结结巴巴地说：凤仙，这不合礼数啊！婵儿虽然是老夫的义女，但婚嫁之事，总得选个良辰吉日，再请媒硕言，方能定夺啊！你一瞪眼，直接打断他：李树，在这儿乱世，我的方天画戟就是礼数。王司徒，你刚才不是还说怕护不住他吗？啊？怎么？我现在要带他走，你又不乐意了？莫非你这心里还藏着别的算计？王允被你那杀气腾腾的眼神盯得浑身发毛，他感觉眼前的你好像变了个人，以前那股子傲慢里带着点蠢劲儿，现在却多了一种让人看不透的霸气。你心里问系统：系统，我这算截胡成功了吗？叮，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获得神级词条抽奖机会1次，获得新手大礼包，金色词条霸王之勇。系统评价：干得漂亮。你只觉得一股热流从丹田升起，瞬间冲向四肢百骸，感觉自己的力气在疯长，原本就很强壮的肌肉变得更加紧实，现在觉得自己能一拳打死一头牛，不是一群牛。王允还在那试图劝阻：凤仙，你听我说，董相国那边，你冷哼一声，董卓他要是想要女人自己找去，我的女人谁敢碰？王司徒酒我也喝了，人我也领了，今天这顿饭多谢了。说完，你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一把将貂蝉横抱起来。貂蝉脸红得像熟透的苹果，两只小手紧紧抓着你的衣襟，一句话也不敢说。你单手提着方天画戟，抱着貂蝉，大步流星的往府门外走去。王允站在大厅里，看着你的背影，气得胡子乱颤，却硬是一个字都没敢再蹦出来。你走出司徒府，冷风一吹，脑子更清醒了。你知道这只是个开始，带走了貂蝉，就等于彻底跟王允撕破了脸，也顺便给了董卓一个大耳光。你低头看了看怀里的貂蝉，大白话的问了一句：跟着我怕不怕？貂蝉抬起头，眼神里带着一丝迷茫和好奇，小声回道：将军是大英雄，蝉儿不怕。好，从今天起，没人能把你当筹码使唤。你正准备骑上赤兔马回营，突然听到巷子尽头传来一阵密集的马蹄声，听着动静来的人不少，而且个个带着杀气。你把貂蝉放在马背上，自己翻身而上，将她护在怀里。你握紧方天画戟，嘴角露出一丝冷笑，看来董卓的狗腿子来得挺快啊。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，建议宿主不要锁，直接正面硬刚，打出名头掠夺词条。你深吸一口气，感觉浑身的血液都在沸腾，这就是霸王之勇吗？来吧，让我看看这三国时代的精锐到底能挡得住我几戟。此时从巷口冲出来一队骑兵，领头的是李榷。这家伙平时在董卓面前挺得宠，看你的时候总带着那么点不服气，今天他带着几百号人，显然是听到了风声。你干什么？李榷勒住马，大声喝道：相国大人在宫里等着王司徒的消息，你倒好，竟敢私自把人带走，赶紧把那女子放下，跟我去向相国请罪。你斜着眼看了李榷一眼，在以前的吕布眼里，李榷也算个帮手，但在现在的你眼里，这就是个跳梁小丑。我带我自己的女人回家，还要跟那死胖子请罪？你的声音不大，但穿透力极强。李榷，你是不是在西凉待久了，脑子被沙子堵住了？李榷气得脸色发青，指着你骂道：你这三姓家奴，相国带你
你不薄，你竟然为了个女人要反！兄弟们，给我上，把他拿下！相国有重赏。周围的士兵互相看了看，虽然你名声在外，但毕竟人多势众，加上李确的催促，几十号人嗷嗷叫着冲了上来。你冷笑一声，心里默念融合霸王之勇。一瞬间，你感觉自己像是变了个人。原本的你虽然武艺高强，但还是凡人的范畴。现在你感觉自己体内的力量像是火山爆发一样，单手挥动方天画戟，也没见怎么用力，只是随手一扫，轰的一声，最前面的几个骑兵连人带马直接被扇飞了出去，是真的飞了出去，撞在旁边的院墙上，墙都塌了一半。李确眼珠子差点掉出来，他知道你厉害，但没见过这么离谱的，这还是人吗？你没停手策动赤兔马，像一道红色的闪电冲进人群，方天画戟在他手里就像是一根轻飘飘的灯草，每一次挥动都带起一阵狂暴的气浪。那些所谓的精锐士兵在你面前就像纸糊的一样，擦着就伤，碰着就死，都给我滚开！你大吼一声，这一声吼震得李确耳朵嗡嗡响，他眼睁睁看着你冲到自己面前，那杆巨大的方天画戟就停在他脖子边上，冷冰冰的金属触感让他浑身汗毛都竖起来。你盯着李确，眼神里全是嫌弃，回去告诉董卓，这女人是我拟的，他要是想要，让他自己来跟我谈，要是再敢派你们这些废物来烦我，下次我就直接摘了你的脑袋。李确吓得大气都不敢喘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你带着貂蝉扬长而去。等你走远了，李确才发现自己后背都湿透了，他咬着牙对着手下喊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回去禀报相国，吕布反了。另一边，你带着貂蝉回到了自己的将军府，把貂蝉抱下马，看着他那张惊魂未定的小脸，放缓了语气说，行了，到家了，以后你就住在这儿。貂蝉看着你，眼神里多了几分崇拜，他本以为自己只是个玩物，在王司徒和董相国之间被推来推去，可没想到这个传说中的猛将竟然为了他直接跟所有人翻脸。将军，你为了茬儿得罪了相国，以后可怎么办呀？貂蝉柔声问道。你大步走进屋子，一屁股坐在主位上，顺手把方天画戟靠在墙边。你看着貂蝉说道，怕他干什么？以前我是觉得跟着他有肉吃，才叫他一生义父，现在老子想明白了，这天下大得很，凭什么我要听他的？他要是识相，咱们还能凑合过；他不识相，我就送他上路。这时候系统提示音又响了，叮！貂蝉对宿主好感度大幅提升，解锁貂蝉隐藏词条，旺夫词条效果，领地粮食产量增加50%，宿主气运增加20%。系统建议趁热打铁，多跟貂蝉互动，还有更多惊喜。你心里乐开了花，这感情好，抢个媳妇还能加 buff， 这三国乱世，粮食就是命脉，这50的加成简直是神迹。你看着貂蝉招了招手说，过来。貂蝉红着脸走到他身边，你拉住他的手，感觉软绵绵的。你心里想，以前当社畜的时候，哪敢想这种好事？既然穿越了，那就得活出个样来。就在这时，府外的管家急匆匆跑进来，将军，不好了，陈宫先生求见，说是有天大的急事。陈宫，你挑了挑眉，这可是个聪明人，虽然在历史上跟你混得不咋地，但计谋还是有的。让他进来。你拍了拍貂蝉的手，让他先去后院休息。片刻后，陈宫快步走了进来，他一进门就看到你那副气定神闲的样子，气得直跺脚。凤仙啊凤仙，你糊涂啊！你今天在司徒府干了什么？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的处境有多危险？陈宫急得满头大汗。你看着陈宫笑了笑说，公台别急，坐下喝口水慢慢说。陈宫哪有心思喝水，他凑到你跟前，压低声音说，我刚刚得到消息，董卓在宫里大发雷霆，已经调动了飞熊军，准备今晚就围了你的将军府。你现在只有2条路，要么赶紧去磕头认错，把那女子送过去，要么杀出洛阳。你接过话头。陈宫愣了一下，他没想到你反应这么快。他看着你，发现你眼里一点慌乱都没有，反而透着一股子兴奋。凤仙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是不是早有准备？陈宫试探着问。你站起身走到陈宫面前，拍了拍他的肩膀。公台，我问你，你觉得董卓这人能成大事吗？陈宫叹了口气，董卓残暴不仁，失了民心，早晚必败。可他现在手握重兵，咱们硬碰硬不是对手啊。你大笑一声，没试过怎么知道？公台，你既然来找我，说明你也不想跟着那胖子混了，不如你帮我个忙，咱们干一票大的。陈宫看着你，感觉眼前的你变得陌生了，但这种陌生却让他感到一种莫名的信心。他深吸一口气问，你想怎么干？你指了指皇宫的方向。董卓现在肯定觉得我会逃跑或者去求饶，咱们反其道而行之，今晚我就进宫，直接把那老贼的脑袋揪下来。陈宫吓得差点摔倒，你疯了？皇宫里守卫森严，还有飞熊军。你握紧拳头，感受着体内那股霸王之力。飞熊军在我眼里都是土鸡瓦狗。公台，你只需要帮我稳住军中的兄弟，尤其是滨州来的那些老部下，只要董卓一死，剩下的事我自有分寸。陈宫盯着你看了半晌，最后咬了咬牙，好，既然凤仙有此雄心，我陈宫台就陪你疯一回。陈宫走后，你没急着动身，而坐在屋里把系统面板调了出来。现在你身上最牛的词条就是霸王之勇，这玩意儿简直是质的飞跃。以前的你如果是武力值100，现在起码到了150，而且这还是常态。要是打起仗来，估计还得涨。系统还有什么好建议没？你在心里问。叮，系统检测到宿主即将进行高强度战斗，建议不要光顾着自己打得爽，收服人心也很重要。尤其是张辽、高顺这2个铁杆部下，他们身上也有不错的词条，可以尝试掠夺或强化。当前任务：斩杀董卓，肃清皇宫。任务奖励：金色词条抽奖1次，开启词条赋予功能。你点了点头。张辽和高顺确实是好手，尤其是高顺的县阵营，那可是三国时期数1数2的特种部队。如果能把他们彻底收心，自己在这乱世就有了真正的底气。你站起身，换上了一身玄黑色的铠甲，方天画戟在手中挽了个花。这时候外面传来了嘈杂的声音，隐约能听到兵甲碰撞的动静，来得真快。你冷笑一声，大步走出府门。将军府门外已经被黑压压的士兵围住了，领头的不是李确，而是郭汜。这家伙比李确更阴狠，手里拿着一把长刀，正指挥着士兵架起弓。
弓箭。吕布，你勾结王允意图谋反，相国有令格杀勿论。郭汜大喊着，眼里闪过一丝贪婪。要是能杀了你，他在董卓面前的地位可就稳了。你站在台阶上，居高临下的看着郭汜，他没说话，只是把方天画戟往地上一顿，咚一声闷响，青石板地面直接裂开了几道缝。郭汜，你觉得凭这些烂番薯臭鸟蛋能难得住我？你的声音在夜空中回荡。郭汜冷哼一声，我知道你厉害，但你有种别管你府里的人，给我放箭！你眼神一寒，找死！你的速度快得让人看不清，整个人化作一道残影，直接从石阶上冲了下去。弓箭手还没来得及松开弓弦，你已经到了跟前。方天画戟带起一道半月形的弧光，最前面的那一排弓箭手连惨叫都没发出来，就直接被拦腰斩断，鲜血喷溅在你的黑甲上，让你看起来像个从地狱里爬出来的魔神。郭汜吓坏了，他没想到你在重围之中还敢主动出击，挡住他，给我挡住他！那些西凉兵虽然凶悍，但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勇气就像太阳下的冰块一样迅速消融。你每一击挥出，都能带走几个人的性命，根本不需要什么花里胡哨的招式，就是横扫直刺。霸王之勇带来的不仅是力量，还有一种一往无前的气势。你冲到郭汜面前，郭汜怪叫一声，举起长刀想要抵挡，清脆的金属断裂声响起。郭汜那把金刚打造的长刀，在方天画戟面前就像是干柴一样脆弱。你顺势往前一送，戟尖直接穿透了郭汜的胸甲，把他整个人挑在了半空中。郭汜嘴里大口大口的吐着血，眼睛瞪得老大，身体不停的抽搐。这就是你的本事？你冷冷的看着他，随手一甩，把郭汜的尸体砸进了后方的士兵堆里。主将一死，剩下的士兵彻底崩溃了。他们平日里仗着董卓的是欺男霸女还行，真遇到你这种杀神，跑得比兔子还快。你没去追那些小兵，转过身看到不远处停着一队骑兵，那队骑兵没动手，只是静静的看着。领头的是个年轻人，长得一脸正气，手里提着长枪。文远，你也要拦我？你看着那人开口问道。那人正是张辽，他策马走上前几步，对着你抱了抱拳。奉先大哥，相国对咱们滨州兄弟确实不怎么样，但这洛阳城里到处都是西凉军，你一个人想杀出去太难了。你看着张辽心里暖了一下。张辽这时候还没叫你主攻，但那声大哥叫得很实诚。谁说我要杀出去？你笑了笑。文远，你敢不敢跟我进攻，去把那老贼的脑袋取下来？张辽愣住了，他身后的士兵也全都愣住了。进攻杀董卓，这可是掉脑袋的活。大哥，你认真的？张辽问。你指了指地上的尸体，你看我像是在开玩笑吗？文远，咱们滨州兄弟在洛阳受了多少气，你心里清楚。跟着董卓，咱们永远是外人。今天我就是要让天下人知道，这大汉朝不是他董卓说了算。张辽盯着你看了很久，最后猛地把长枪往地上一插。好，既然大哥有这份胆量，张辽这条命就交给你了。滨州营的兄弟们，愿意跟着吕将军干一番大事的，站出来！哗啦一声，几百号滨州骑兵齐刷刷的翻身下马，单膝跪地，愿随将军赴汤蹈火。你看着这些汉子，心里豪气干云。好，文远，你带人守住将军府，保护好茬，我去就回。大哥，你一个人去？张辽急了，你翻身上了赤兔马，扬了扬手里的方天画戟，人多了反而碍事，你们守好这里就是帮了我大忙。说完，你策马狂奔，直奔皇宫而去。路上的行人和巡逻的小股部队看到赤兔马，都吓得纷纷躲避。你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：杀董卓立威名。系统这时候又跳了出来，叮，检测到张辽对宿主忠诚度提升，触发词条掠夺，获得张辽部分属性加成，获得蓝色词条突袭精通。系统建议皇宫门口有飞熊军守卫，那是董卓的亲卫，建议直接斩首，不要缠斗。你嘿嘿一笑，飞熊军，老子打的就是精锐。你骑着赤兔马，风驰电掣般冲向皇宫，风在耳边呼呼的刮，你心里却异常冷静。杀董卓不是目的，目的是通过杀董卓，把洛阳的权力真空给占了。虽然现在自己名声不好，但只要手里有兵、有粮、有地盘，名声这玩意儿是可以慢慢洗的。此时的皇宫大门紧闭，城墙上火把通明，站住！谁敢夜闯皇宫？城墙上传来一声大喝。你勒住马，仰头看着上面，我乃吕布吕奉先，有要事面见相国。城墙上的守将正是董卓的侄子董黄，他趴在城垛往下看，冷笑道：吕布，相国已经下令拿你了，你还敢自投罗网？来人，给我射死他！你心里暗骂一声，这帮姓董的真是没一个好东西。你没废话，直接从马背上取下一张强弓，这弓是滨州特制的，一般人拉都拉不开。你深吸一口气，霸王之勇灌注全身，猛地一拉，弓弦震动的声音像是一声闷雷，一支羽箭划破夜空，速度快得根本看不清。董黄还在那指挥士兵呢，下一秒那支箭就直接贯穿了他的喉咙，把他钉在了身后的旗杆上。守城的士兵们都傻眼了，那是多远的距离，那是多大的力气？你趁着对方愣神的功夫，收起弓，提起方天画戟，对着城门猛地一冲开。你没用手推，而是借着赤兔马的冲势，方天画戟重重的砸在城门的缝隙处，轰！那厚重的包铁城门竟然被你这一击给砸得变了形，门栓直接断裂。你再补了一脚，城门嘎吱一声，硬生生的被你踹开了。这一幕把后面的飞熊军看呆了，他们是精锐，但他们也是人，这种力量让他们感到一种深深的恐惧。你冲进皇宫，凡是挡在前面的，全都被你一击扫飞。你目标很明确，就是董卓睡觉的长乐宫。就在你快要冲到长乐宫的时候，系统突然响了，叮！恭喜宿主，貂蝉在府内为你祈福，由于旺夫词条作用，你获得临时状态，气运护体，效果5分钟内无视所有流矢伤害，攻击力提升30%。你心里一暖，这媳妇没白抢，关键时刻还挺给力。你感觉到身体周围仿佛有一层看不见的气流在流转，那些射向他的箭矢还没碰到你的身体，就被这股气流给弹开了。你哈哈大笑，董贼，你的死期到了！你撞开长乐宫的大门，屋里灯火通明，董卓正搂着2个宫女在那儿喝酒，被突如其来的巨响吓得一哆嗦。
索，手里的酒杯都掉在了地上。凤仙，你干什么？董卓看着满身鲜血的你，声音都变了调。你一步步走向董卓，方天画戟在地上拖出刺耳的声音。义父，儿臣来送你上路。董卓慌了，他连滚带爬的往后退。来人，快来人！吕布反了！几个亲卫飞熊军冲了上来，你连看都没看一眼，随手挥动方天画戟，那几个人就像是被秋风扫过的落叶，瞬间就没了声息。你走到董卓面前，居高临下的看着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枭雄，现在的董卓只是个浑身肥肉、瑟瑟发抖的老头子。凤仙有话好说，你要什么？金银珠宝美女，我都给你。董卓求饶道。你冷笑一声，手起几落，一颗硕大的头颅滚落在地。董卓那肥胖的身体还坐在地上，脖腔里喷出的鲜血溅了一地。你弯腰拎起董卓的头，大步走出宫殿，外面已经聚集了不少士兵，甚至还有一些还没睡的文官。他们看到你拎着董卓的头出来，全都吓得跪倒在地。董贼已死，从今天起，洛阳由我你说了算。你的声音传遍了整个皇宫。丁，完成主线任务，斩杀董卓，奖励金色词条抽奖1次，开启词条赋予功能，宿主可将多余的词条赏赐给属下，提升其忠诚度与实力。当前可掠夺词条。董卓的枭雄气场紫色是否掠夺？掠夺？你想都没想。虽然董卓人不行，但这气场还是有点用的。一股阴冷的气息融入你体内，你感觉自己的眼神变得更加深邃，那种不怒自威的感觉更浓了。你看着跪了一地的士兵大声喊道：飞熊军听着，董卓已死，你们若是想活命，就给我放下武器。那些士兵互相看了看，最后纷纷丢下了手里的兵刃。他们本就是跟着强者混的，现在董卓死了，你表现出来的武力简直神鬼莫测，不投降等死吗？你正准备处理后续的事情，突然想到了府里的貂蝉，心里有点急，不知道张辽那边能不能守住。虽然自己杀了董卓，但洛阳城里还有李榷郭汜的残部，万一那些家伙发疯去攻打将军府就麻烦了。你跨上赤兔马，顾不得整理身上的血迹，直接杀出了皇宫。回到将军府时，天已经快亮了，府门外躺了不少尸体。张辽正带着人清理战场。大哥，你回来了。张辽看到你一脸兴奋，你跳下马急忙问：婵儿没事吧？张辽指了指后院，放心吧，嫂子好着呢。刚才确实有几拨人想冲进来，都被兄弟们给打回去了。你松了口气，快步走进后院。貂蝉正坐在石凳上，手里紧紧攥着一块手帕，看到你进来，他猛地站起身扑进了你怀里。将军，你可算回来了。貂蝉的声音里带着哭腔，你拍着他的背安慰道：没事了，董卓那老贼已经被我杀了，以后这洛阳城咱们横着走。貂蝉抬起头，看着你脸上的血迹，心疼的用手帕帮他擦拭。将军以后莫要如此冒险了。你看着他那关切的眼神，心里觉得这趟穿越真是值了。你拉着貂蝉的手，看着系统面板上那个旺夫词条，心里想，虽然董卓已经死了，但你知道真正的麻烦才刚开始。洛阳城里乱成了一锅粥，西凉军失去了主心骨，有的开始抢掠百姓准备跑路，有的还在观望，而那些所谓的朝廷大臣，估计这会儿正聚在一起商量怎么对付自己这个新贼。你坐在将军府的大厅里，陈宫坐在下手。凤仙，董卓虽死，但李榷、郭汜、张济、樊稠这4个人手里还有几万西凉精锐，如果他们联手反扑，咱们这点滨州兄弟恐怕挡不住。陈宫一脸忧虑地说。你喝了口水，不紧不慢地问：公台，你觉得他们4个能尿到一个壶里去吗？陈宫愣了一下，摇了摇头。这4人各怀鬼胎，平时就互不服气，那不就结了？你放下杯子，眼神里透着一股子狠劲。他们现在最怕的是什么？是朝廷清算。只要咱们给他们一个名头，再拉拢一个打压一个，这几万人很快就会散掉。就在这时，外面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报，将军，李榷、郭汜带着人马在城外聚集，派人送来书信，要求将军交出相国的首级，并自裁谢罪。你听完直接乐了，自裁谢罪，这哥俩还没睡醒了吧？你站起身对方天画戟招了招手，走公台，带你去看场好戏。你带着张辽和1000滨州铁骑，直接出了城门。城外李榷和郭汜并排骑在马上，身后是黑压压的西凉军。看到你出来，李榷大喊：吕布，你受相国大恩，竟然弑父篡位，你还有人性吗？你策马向前走了几步，从马鞍旁拎起一个布包，随手一扔，圆滚滚的布包滚到了李榷马前，散开了。董卓那张死不瞑目的大脸露了出来，李榷和郭汜吓得差点掉下马。虽然早有心理准备，但亲眼看到董卓的头，那种冲击力还是很大的。你看着他们大声说道：董卓残暴不忍，挟持天子，人人得而诛之。我吕布杀他是为了大汉天下，至于你们以前跟着他干了不少坏事，现在给你们个机会，放下武器投降，我可以在皇上面前保你们一命。李榷咬牙切齿：保命？你杀了相国，咱们兄弟还有好日子过。兄弟们别听他的，杀吕布为相国报仇。你冷哼一声，冥顽不灵。没等对方冲锋，直接一拍赤兔马，赤兔马像一道红色的闪电，瞬间就冲进了对方的阵营。李榷还没反应过来，你的方天画戟已经到了。这次没下死手，而是用戟杆猛地一抽，一声清脆的响声，李榷整个人被抽得在空中转了好几个圈，然后重重的摔在地上，半边脸瞬间肿得像个猪头。这一巴掌不仅抽在李榷脸上，也抽在了所有西凉兵的心里。你停住马，横戟立马，大吼一声：谁还要报仇？站出来！几万大军竟然被这一声吼震得鸦雀无声。你盯着郭汜，郭汜吓得连连后退。郭汜，你呢？也要为董卓尽忠。郭汜咽了口唾沫，看了看地上的李榷，又看了看威风凛凛的你，他突然翻身下马，跪在地上大喊：末将愿降，末将一时糊涂，请温侯饶命。这就是西凉军。
他们只服强者，你展现出来的武力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认知。你看着跪了一地的西凉兵，心里松了口气，系统诚不欺我。霸王之勇加上董卓的枭雄气场，这震慑效果简直拉满。丁，收服西凉军残部，获得属性点力量5，统帅10，获得蓝色词条。西凉统领增强对西凉士兵的掌控力。系统建议趁现在带兵入宫控制小皇帝，挟天子以令诸侯。这招虽然老但好使，你没理会系统的建议，挟天子以令诸侯那是曹操干的事，你现在要做的是另一件事。接着你走到李榷跟前踢了踢他，别装死起来。李榷捂着脸惊恐地看着你，带上你的人进城维持秩序，谁敢趁乱抢劫百姓，我剐了他。你冷冷地吩咐道。李榷哪敢说个不字，连滚带爬的去传令了。你回到城里，发现陈宫正等在城门口，看到你这么快就解决了战斗，陈宫看你的眼神已经不是佩服，而是敬畏了。凤仙，你这一手真是绝了。你笑了笑说，公台这只是小场面，走，跟我去见见那些朝廷的大臣们，估计他们现在正忙着写奏折骂我呢。你带着兵马直奔司徒府，王允正和几个老臣在屋里商量对策，听到你来了，吓得一个个脸色惨白。你推门而入也不客气，直接坐在了主位上。王司徒董卓死了，你这连环计也算成了一半，剩下那一半你打算怎么收场？你盯着王允问。王允颤巍巍地站起来，凤仙，你杀了董卓，是国之功臣，老夫已经准备联名上书，请皇上封你为奋武将军。贾节、仪同三司，你摆了摆手，这些虚头巴脑的玩意儿我不稀罕。王司徒，我只要一样东西。王允愣了一下，你要什么？你指了指门外，我要这洛阳城的兵权，还有所有的粮草调度权。从今天起，朝廷的大事得先问过我。王允倒吸一口凉气，这吕布是想当第二个董卓啊？你看出了他的想法，冷笑一声，放心，我不是董卓，我不会睡皇上的龙床，也不会随便杀大臣，但我得保证没人能在背后捅我刀子。说完，你也不管王允什么反应，站起身就走出司徒府。你对陈宫说，公台去把张辽、高顺叫来，咱们得商量一下怎么应对接下来的18路诸侯。董卓一死，那些家伙估计快坐不住了。你回到将军府时，心里其实挺复杂的，虽然杀了董卓控制了局面，但你知道这只是暂时的平静。曹操现在估计已经在路上了，刘备那哥仨肯定也在往这边凑，还有袁绍那个盟主肯定不会眼睁睁看着自己独吞胜利果实。你坐在书房里，调出了系统的面板，宿主吕布吕奉先，武力105，霸王之勇加持中，智力75，现代灵魂加持，统帅85。词条：霸王之勇，枭雄气场，望夫羁绊，突袭精通，西凉统领。待抽奖次数2次。你搓了搓手，心里默念：系统给我抽奖。丁，消耗抽奖次数。恭喜宿主获得金色词条，人中吕布。词条效果：全属性提升10，率领骑兵时士兵士气永不崩溃，速度提升30。恭喜宿主获得金色词条，多智禁妖碎片。系统提示：检测到宿主智力较低，该词条需集齐3个碎片方可激活，目前获得13。你看着那个人中吕布，心里一阵吐槽，这词条名字也太自恋了。不过效果是真的强，骑兵速度提升30，这在战场上简直就是收割机。至于那个多智禁妖，你倒是不急，反正有陈宫在，智力这块暂时够用。你正研究着呢，高顺走了进来。高顺这人跟张辽不一样，张辽比较活泼，高顺则是个闷葫芦，平时一句话都没有，但办事绝对靠谱。将军，高顺行了个礼，站在那里像一根标枪。你看着他，心里一动。系统查看高顺的词条。丁，高顺词条：陷阵之志，紫色。效果：率领步兵时防御力提升50，极其擅长攻坚战。你心想，这高顺果然是个人才。你现在有了词条赋予功能，得想办法给高顺升级。高顺，滨州兄弟们安顿的怎么样了？回将军，已经按您的吩咐跟西凉军分开了，不过兄弟们心里有点不踏实，怕西凉军那边使坏。高顺瓮声瓮气的回答。你站起身走到高顺面前。高顺，你跟着我多久了？高顺愣了一下，回将军，快10年了。你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大白话的说，这10年辛苦你了。以前我这人脾气不好，也没怎么照顾过兄弟们，从今天起，咱们滨州营要扩建，我要给你打造一支最强的步兵，名字我都想好了，就叫陷阵营。高顺的眼神亮了一下，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。谢将军信任。你直接在心里对系统说，系统把西凉统领这个词条赋予给高顺。丁，赋予成功。由于高顺本身拥有陷阵之志，词条产生共鸣，进化为金色词条，陷阵统领。效果：率领步兵时全属性提升20，士兵获得不屈状态，只要主将不死，战斗力翻倍。高顺身体猛地颤了一下，他感觉脑子里多了很多带兵打仗的档，身体也变得更有力气了。他看向你的眼神瞬间变得无比狂热。将军，我高顺有些语塞。你笑了笑，别废话，去带兵吧，我要在3天之内看到陷阵营的雏形。高顺重重地磕了个头，转身大步离去，那步子迈得比刚才有力多了。处理完高顺的事，你又想起了陈宫。陈宫虽然忠诚，但有时候太死板，得给他也弄点好词条。不过系统提示，赋予词条需要消耗气运值，刚才给高顺那一下，已经把攒的那点气运花的差不多了，看来得去搞点大事赚气运了。你走出书房，打算去看看貂蝉，刚走到花园，就看到貂蝉正蹲在花丛边上，不知道在忙活什么。蝉儿，你叫了一声，貂蝉回过头看到你，脸上立刻露出了笑容。将军，你看这花开得真好。你走过去，看着那几朵红得发紫的花，心里想的却是另一件事。蝉儿，如果我要离开洛阳，你愿意跟我走吗？貂蝉站起身，认真地看着你。将军去哪，蝉儿就去哪。你拉住他的手，洛阳是个泥潭，咱们不能久待，等我把这里的事情处理完，咱们就找个好地方关起门来过日子。就在这时，陈宫急匆匆地跑了进来，手里拿着一封信。奉先不好了，袁绍发了檄文，
说你杀了董卓是想自立为王，现在18路诸侯已经集结完毕，正往洛阳杀过来呢。你接过信看了一眼，冷笑一声，这帮家伙动作还真快。袁绍这檄文写的真有水平，把我写成了比董卓还坏的大反贼。你把信撕得粉碎，奉先，咱们怎么办？洛阳城防空虚，西凉军还没彻底收心，硬拼的话，陈宫担心地说：“你看着远方，眼神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，怕什么？他们要打那就打，正好我也想看看这所谓的18路诸侯到底有几斤几两。”公台传令下去，全军备战，我要在虎牢关再会会他们。这一次你不再是那个孤军奋战的，你有系统，有名将，还有一颗现代人的脑子。你站在洛阳城头，看着远处渐渐消失的西阳城内，李榷和郭汜正带着西凉军在修补城墙。这两个家伙被你那一巴掌抽老实了，现在干活比谁都卖力。你心里清楚，这种老实是建立在恐惧之上的，一旦自己表现出弱点，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扑上来撕碎自己。系统，你在心里唤了一声。丁，宿主有什么吩咐？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彻底控制这些西凉兵？光靠武力压制不是长久之计。系统很快给出了回应，建议西凉兵大多出身贫寒，他们跟着董卓是为了吃饱饭，为了抢劫。宿主可以利用现代的军饷制和荣誉感来改造他们。当前任务，整编西凉铁骑选拔精锐。任务奖励，紫色词条练兵专家。你点了点头，这主意不错。在三国时代，士兵基本上就是炮灰，没人在乎他们的死活。如果自己能给他们足够的待遇和地位，不愁他们不卖命。你转过身对身后的张辽说：“文远，去把李傕、郭汜叫来，还有西凉军里校尉级别以上的，全都叫到教场去。”片刻后，教场几千名西凉军官聚集在一起，窃窃私语。他们看着台上的你，眼神里有敬畏也有不屑。你走到台前，手里没拿方天画戟，只挎着一把腰刀。兄弟们，你的声音很大，确保每个人都能听到。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，你们觉得董卓死了，你们就没主子了，怕我你清算你们，对不对？下面一阵沉默，你冷笑一声：“清算？我没那个闲工夫。你们是兵，兵的天职就是打仗，跟着董卓，你们抢百姓抢朝廷，名声臭大街了。以后跟着我我给你们发军饷。军饷？”下面有人忍不住问了一句：“将军，啥是军饷？”你解释道：“就是每个月固定给你们发钱发粮，家里有老小的，朝廷还给补贴，打仗立了功的赏赐翻倍。但有一条，谁要是再敢抢掠百姓，我你的刀可不认人。”这下面炸开锅了，固定发钱发粮，这在当时可是闻所未闻的好事。李傕凑过来小声说：“温侯，这开销可不小啊。洛阳库房里的钱粮虽然不少，但也经不起这么折腾。”你斜了他一眼，钱的事不用你操心，你只需要把兵带好。从今天起，西凉军和滨州军合并，统称吕家军。李傕缩了缩脖子，不敢再说话。你看着台下的士兵，心里默念：“系统开启枭雄气场。”一股无形的压力瞬间覆盖了整个教场。原本嘈杂的士兵们突然感觉到一种莫名的恐惧，纷纷闭上了嘴，站直了身体。这就是我要的效果。你心里很满意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你忙得脚不沾地，把现代的一些管理经验搬了过来，设立了纠察队，专门抓那些不守纪律的。同时，你也确实拿出了大量的钱粮，发到了每一个士兵手里。看到真金白银，西凉兵的忠诚度蹭蹭往上涨。丁，收编西凉铁骑进度达成100。恭喜宿主获得紫色词条，练兵专家。检测到宿主拥有多个练兵类词条，是否合成？合成。丁，合成成功，获得金色词条，强军之魂。效果：所属部队全属性提升15，训练速度提升50，极大概率产生特殊兵种。你感觉自己对军队的掌控力又上了一个台阶。现在有张辽的骑兵，高顺的县阵营，还有这几万整编后的西凉铁骑。虽然人数比起18路诸侯还是少，但质量绝对是顶级的。这天晚上，你正和陈宫商量防务。奉先，袁绍的联军已经到了酸枣，先锋孙坚已经快到虎牢关了。陈宫指着地图说：“孙坚这人外号江东猛虎，打仗不要命，咱们得小心。”你看着地图上的虎牢关笑了笑。孙坚确实是个硬骨头，不过他现在正缺粮呢。缺粮？陈宫一愣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你当然知道，因为历史上袁术那个小心眼就没给孙坚发粮。公台，你信不信？孙坚很快就会败在胡轸手里。你自信地说道。陈宫将信将疑，胡轸那人他知道，本事一般，性格还傲慢。你没多解释，站起身说道：“公台，你守洛阳，我亲自带兵去虎牢关，我要在那儿给那些诸侯一个大惊喜。”临行前，你回了一趟后院，貂蝉正带着几个丫鬟在缝制护具，看到你进来，他忙放下手里的活。将军要出征了。你点了点头，一把将他拉进怀里，在家乖乖等我回来。这次回来，我就带你去见识见识这大好的江山。貂蝉把脸埋在你胸口，小声说：“将军一定要保重，婵儿每天都会为你祈福。”你亲了亲他的额头，转身大步离去。虎牢关前旌旗蔽日，你骑着赤兔马站在关隘之上，看着远处连绵不绝的联军营帐。这阵仗确实比在电视上看带劲多了。将军，孙坚已经带兵在关下骂了半天了。魏续走过来，脸上带着几分不耐烦。你回头看了看魏续，这人是原主的小舅子，在历史上最后可是背叛了吕布的。还有旁边的侯成、宋宪，这些家伙现在看起来恭恭敬敬，心里指不定在想什么呢。系统查看魏续、侯成的忠诚度，你在心里默念：丁，魏续忠诚度65，侯成忠诚度60。系统评价：这两个家伙属于墙头草，风往哪吹往哪倒，建议宿主找个机会处理掉，或者彻底收服。系统建议侯成私藏好久，违反军令，宿主可以借题发挥。你心里冷笑一声，正愁没借口收拾你们呢。你没理会魏续，而是转头对高顺说：高顺，让县阵营准备一下，等孙坚气力耗得差不多了，咱们出关迎战。高顺领命而去。魏续凑过来嘿嘿笑道：
姐夫，那孙坚不过是个没落户，用得着这么谨慎吗？让我带几百人下去，保准摘了他的脑袋。你看了他一眼，语气平淡。行啊，既然你这么有信心，那你现在就带人下去。要是拿不回孙坚的头，你就别回来了。魏旭脸上的笑容僵住了，他就是想拍个马屁，真让他去打孙坚，他哪有那个胆子？那还是听姐夫的。再等等。魏旭缩着脖子退到了一边。就在这时，下面传来一阵叫骂声：“吕布，你这三姓家奴，缩头乌龟，有种出来一战！”你低头一看，只见一个身材魁梧、满脸胡渣的汉子正骑着马在关下叫嚣，正是孙坚。你冷笑一声，对城墙上的士兵喊道：“把董卓的头挂出去，给孙将军看个新鲜。”片刻后，董卓那颗已经被石灰淹过的头颅被挂在了城墙高处。关下的孙坚愣住了，联军那边也一阵骚乱。他们本以为你是董卓的走狗，没想到你真的把董卓杀了。孙坚，你站在城头大喊：“董贼已死！我吕布现在是朝廷命官，你们这些诸侯打着讨董的旗号，现在董卓死了，你们还不退兵？莫非是想造反不成？”孙坚气得够呛，你杀了董卓也是贼，你这三姓家奴，谁不知道你存的什么心思？你也不生气，转头对魏续说：“去把侯成给我叫来。”不一会儿，侯成满身酒气的跑了过来，一边跑还一边擦嘴：“将军您找我。”侯成打了个酒嗝，你盯着他眼神越来越冷。侯成，我记得我下过禁酒令吧？侯成心里已经酒醒了大半，他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将军，我就喝了一小口，主要是为了御寒。”御寒？你猛地拔出腰刀，刀尖抵在侯成的脖子上。现在是春天，你御哪门子的寒？周围的将领都吓坏了。你以前虽然凶，但对他们这些老部下还是挺宽容的。姐夫，侯成他也是一时糊涂，魏续想求情。闭嘴！你怒喝一声，军令如山。侯成，你身为校尉，知法犯法，来人拉下去，重打50军棍，削去官职，贬为马夫。几个士兵冲上来，把求饶的侯成拖了下去。你环视一圈，说道：“都给我听好了，以前在董卓手下怎么混我不管，但在我你手下，规矩就是规矩，谁要是再敢阳奉阴违，侯成就是榜样。”这一手把魏续等人震得大气都不敢喘。丁，魏续忠诚度提升至80，侯成忠诚度降至30，已失去威胁。系统评价：杀鸡儆猴干得漂亮。处理完内鬼，你心情大好，重新看向关下。孙坚已经骂累了，正准备带兵回营，想走没那么容易。你翻身上了赤兔马，方天画戟一挥，开城门，现阵营在前，西凉铁骑在后，随我杀！城门嘎吱一声打开，你一马当先冲了出去。孙坚正郁闷呢，突然听到身后喊杀声震天，他回头一看，只见一道红光以惊人的速度冲了过来。吕布！孙坚大惊，举起补丁刀迎战，两人交手仅一个回合，孙坚就觉得虎口发麻，手里的刀差点脱手，这力量怎么比传说中的还大？孙坚心里骇然，你没给他喘息的机会，反手又是一击，孙坚勉强挡住，却被震得连退数步，撤，快撤！孙坚知道自己不是对手，果断下令，你也没深追，他知道孙坚后面还有大部队，他带着兵在后面掩杀了一阵，收割了几千个人头，便施然回了关。这一仗打出了你的威风，也彻底稳住了军心。回到关内，你坐在主位上，看着下面一个个低着头的将领，还有谁想喝酒的吗？你淡淡的问。全场鸦雀无声，你满意的笑了，这才是带兵的样子。至于魏续那些人，只要自己一直这么强，他们就不敢反。系统，你换道。丁，恭喜宿主获得练兵专家进阶奖励，开启特种兵训练手册。系统建议孙坚败退，联军必然震动，接下来要面对的可能是曹操的诡计，建议多听陈宫的建议。虎牢关一战，孙坚败退，这个消息传到联军大营，袁绍、金德手里的酒杯都掉了。你不仅杀了董卓，还把孙坚打败了，这怎么可能？曹操坐在一旁眯着眼睛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才开口道：“盟主，这你恐怕比董卓更难对付。董卓是狂，吕布现在是精，你确实变了。”此时的你正坐在虎牢关的议事厅里，对面坐着陈宫、公台。你觉得接下来联军会怎么做？你问。陈宫摸了摸胡子，沉思道：“联军各怀鬼胎，孙坚败了，他们肯定更不敢轻易出战。我料定曹操会建议袁绍绕道，或者利用朝廷里的那些老臣，给你扣个更大的帽子。”你点点头。曹操这人最擅长的就是玩阴的。公台，我打算把洛阳的百姓和皇帝迁走。你突然说道。陈宫大吃一惊：“迁走？迁到哪去？”滨州。你指了指北边，那是我的老家，也是滨州兄弟们的根。洛阳这地方，四战之地守不住的，咱们得有一个稳固的后方。陈宫看着你，眼神里充满了赞赏。奉先，你真的变了，以前你只想着怎么打仗，现在竟然开始考虑战略了。你笑了笑，大白话的说：“人总得长进嘛。”公台，你愿意跟我去滨州吗？陈宫站起身，撩起衣袍，郑重的行了个大礼。陈宫，愿为将军效犬马之劳。丁，陈宫忠诚度达到100死忠。恭喜宿主获得金色词条碎片，多至金腰23。由于陈宫归心，宿主获得额外奖励，技能洞察人心，效果可以看穿对方的心理活动，每天限用3次。你扶起陈宫，心里美滋滋的，这技能好啊，以后谁想坑我，一眼就能看出来。报将军，关外有人求见，自称是滨州故友。滨州故友，你皱了皱眉，带进来。不一会，一个身材高大、面容沉稳的汉子走了进来，他一看到你，眼眶就红了。奉先大哥，你定睛一看，这不是高顺的弟弟高览吗？不对，是张合。你脑子里转了一圈，才想起这人是谁。这是你以前在滨州从军时的校尉，叫程连。程连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问。程连跪倒在地，大哥，兄弟们在滨州过不下去了，袁绍那厮派人占了咱们的地盘，还抢咱们的粮食。兄弟们听说你在洛阳当了大官，都想来投奔你。你一听，火气腾的就上来了。袁绍这老小子还没打过来呢，先把我老家给抄了。程连，你带了多少人来？回大哥，有3000多兄弟，都在关外候着呢。好，你一拍桌子，公台，计划得改，咱们不仅要迁走洛阳的人，还得把滨州从袁绍手里抢回来。陈宫点头道：“滨州地势险要，产良马，确实是霸业之基。不过咱们现在被联军堵在虎牢关，怎么撤？”你冷笑一声：“撤？为什么要撤？我要让他们求着我走。”你转过头对程连说：“你先带兄弟们入关休息。”文远，
张辽快步走近，文远带2000旌旗，今晚跟我去偷营。偷营！张辽兴奋的直搓手，偷谁的营？袁绍的中军大营。你眼神冷冽，陈宫急忙劝阻，奉先，袁绍营中防备森严，太冒险了。你摆了摆手，公台，我不是去杀人的，我是去放火的。我要让这18路诸侯知道，虎牢关这扇门，我想开就开，想关就关。当天深夜，你骑着赤兔马，带着张辽和2000旌旗，悄悄出了关。系统，你默念：叮，宿主请讲，开启突袭精通和人众语词条。叮，词条激活，全军移动速度提升40%，士气爆表。2000骑兵像幽灵一样在夜色中穿行，你凭借着霸王之勇带来的超强势力，轻松避开了联军的巡逻哨。不一会儿，袁绍那延绵数里的营帐就出现在眼前。你拔出方天画戟，大声喝道：“兄弟们，建功立业就在今晚！”杀！2000骑兵像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流，直接撞进了袁绍的大营。一时间，惨叫声、战马的嘶鸣声、营帐燃烧的爆裂声交织在一起。你冲在最前面，方天画戟左右横扫，那些还没睡醒的联军士兵根本组织不起有效的抵抗。袁绍在睡梦中被惊醒，连鞋都顾不上穿，跑出帐篷一看，只见满眼都是火光。吕布来了！吕布杀过来了！联军大乱！你冲到袁绍的主帐前，随手一击把旗杆砍断。袁绍小儿，回去告诉你的18路诸侯，这天下我想要，谁也拦不住。说完，你带着人扬长而去，留下一地狼藉。这一夜联军损失惨重，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胆子被吓破了。回到关内，你看着满脸崇拜的程连和张辽，心里想，这才是开局。袁绍、曹操，咱们的账慢慢算。袁绍的大营被烧了1/3，士兵死伤倒是不多，但丢掉的粮草和器械让袁绍心疼的直掉眼泪。更让他受不了的是，你竟然如入无人之境，这简直是把他的脸按在地上摩擦。联军会议上，气氛压抑到了极点。袁绍黑着脸看着下面的诸侯说话，平时一个个不是挺能说的吗？现在怎么都哑巴了？还是曹操站了出来，盟主吕布这一手是在示威，他是在告诉我们，虎牢关他守得住，我们的大营他也能随时进来。那你说怎么办？袁绍没好气地问。曹操沉思片刻，你杀了董卓，按理说应该想跟我们讲和，但他现在表现得这么强势，说明他有底气。我建议派个人去虎牢关，看看他到底想要什么。我去！一个声音响起，众人一看是刘备，他带着关羽、张飞正站在角落里。刘备心里有自己的小九九，他现在还没地盘，要是能在这场博弈中捞点好处，那是再好不过了。袁绍摆了摆手，行，玄德，那你就去走一趟。虎牢关内，你正吃着貂蝉亲手做的面条，大口大口的吸溜着。将军慢点吃。貂蝉在旁边温柔地擦着你额头的汗，你嘿嘿一笑说，还是蝉儿做的饭香。报将军，关外有个叫刘备的求见，说是带着袁盟主的口信，你听了差点没把面喷出来。刘备这家伙来干什么？让他进来。你擦了擦嘴，顺手把方天画戟靠在墙边。不一会儿，刘备带着关张二人走进了议事厅。刘备一进门就开始观察你，他发现你虽然还是那副傲气凌人的样子，但眼神清亮，一点都不像传闻中那个没脑子的莽夫。见过吕将军。刘备行了个礼，礼数周全。你看着刘备心里默念，系统使用洞察人心，叮，技能生效。刘备心里活动，这吕布看起来不好对付，我得先稳住他，看看能不能劝他投靠朝廷，其实是投靠我。要是能把关羽、张飞介绍给他认识认识，说不定以后能挖墙脚。你心里冷笑，挖我墙角？刘大耳朵，你还是太嫩了。玄德公，袁本初让你来干什么？你开门见山地问。刘备叹了口气，吕将军，董贼已死，天下本该太平，可将军现在据守虎牢，与天下诸侯为敌，这恐怕不是长久之计啊。你哈哈大笑，与天下诸侯为敌，玄德公，你这话就不对了，是他们要来打我，不是我要打他们。我杀了董卓，是国之功臣，他们不赏我也就罢了，还带兵围我，这是什么道理？刘备被噎了一下，刚想说话，旁边的张飞忍不住了，你少在那儿装好人，谁不知道你是想当第二个董卓，有种跟俺老张打一场，你要是赢了，俺老张就服你。你斜了张飞一眼，心里挺兴奋。三英战你的名场面虽然还没发生，但看这架势也快了。不过你现在可不想跟张飞硬拼，这位就是张翼德吧？你淡淡的说，打架多没意思，不如咱们玩个高端的。张飞愣了，啥叫高端的？你指了指门外，我听说你们兄弟3人义薄云天，这样吧，我给你们一个机会，如果你们能劝说袁绍退兵，我就把洛阳城让出来，带兵回滨州。刘备眼睛一亮，将军此话当真？你点点头，当然，不过我有条件，我要带走洛阳所有的百姓，还有朝廷的藏书。刘备皱了皱眉，百姓和藏书，这你要这些干什么？在诸侯眼里，只有土地和地盘才是最重要的。好，备一定把话带到。刘备虽然疑惑，但还是答应了下来。等刘备走后，陈宫从屏风后面走了出来。奉先，你真的要把洛阳让给他们？你冷笑一声，公台，洛阳现在就是个空壳子。董卓之前把这里祸害的差不多了，那些诸侯进来之后，肯定会为了争地盘打得头破血流。咱们带着百姓回滨州，休养生息，那才是王道。陈宫想了想，击节赞叹，好一招以退为进。几天后，刘备带回了消息，袁绍同意了。其实袁绍也不想打了，你那晚偷营把他吓坏了，加上各路诸侯都在闹矛盾，能不费一兵一卒拿到洛阳，他当然乐意。于是三国历史上奇特的一幕出现了，你带着几万大军，护送着几10万洛阳百姓，浩浩荡荡的往北走，而18路诸侯则兴冲冲的冲进洛阳，结果发现城里穷得连耗子都流眼泪。曹操站在残破的洛阳宫殿，看着你远去的方向，长叹一声，本初咱们都中计了。袁绍还不解，孟德，咱们拿到了洛阳，怎么是中计呢？曹操苦笑道，吕布带走了人心，带走了人才，留给我们一个烂摊子，从此以后，这天下怕是再没人能小看他吕奉先了。而此时的你，正骑在赤兔马上，怀里抱着貂蝉，看着前方广阔的滨州大地，系统提示音在脑海中响起，叮，成功跳出洛阳泥潭，占据滨州基本盘，恭喜宿主获得红色词条，真龙之气雏形。系统评价，恭喜宿主，你已经从一个棋子变成了下棋的人。你大笑一声，策马狂奔，这乱世
才刚刚开始。你骑在赤兔马上，回头看了一眼身后长长的队伍，这队伍一眼望不到头，除了你的几万大军，剩下全是洛阳的百姓。这些百姓拖家带口，推着独轮车，背着破包袱，一个个脸上写满了迷茫和害怕。你心里其实挺沉重的。你以前是个写程序的，天天对着电脑，哪见过这种大场面？几十万人跟着你走，这吃喝拉撒全是问题。你看了看旁边的陈宫，陈宫正骑着一匹瘦马，手里拿着名册，眉头皱得死紧。公台，咱们这速度是不是太慢了？你开口问道。陈宫叹了口气，凤仙，这已经是极限了。百姓们体弱，还有不少老人孩子，一天能走30里路就算不错了。而且咱们带的粮食虽然不少，但架不住人多啊。要是半路上断了粮，这些百姓非得闹起来不可。你点点头，你知道陈宫说的对。你在心里问系统，系统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这些百姓走快点，或者解决粮食问题？系统检测到宿主当前的困境，建议要想马儿跑，得给马儿吃草。宿主可以利用真龙之气的雏形，给百姓们画个大饼，同时宿主可以发布听劝任务。你一愣，画大饼这招你熟啊？以前老板天天给你画。你想了想，对陈宫说，公台传令下去，告诉百姓们，只要到了滨州，每家每户分50亩地，3年不收税。另外让士兵们把多余的军粮分出一部分，先给那些孩子和老人吃。陈宫听了，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。凤仙，你疯了？分50亩地，还要3年不收税，那咱们吃什么？滨州那些地头蛇能答应吗？你摆了摆手，这你别管，我自有办法。现在最重要的是把人带过去，没了人，滨州就是一片荒地。我要内地有什么用？陈宫虽然不理解，但还是照办了。很快，消息在百姓中传开了，原本死气沉沉的队伍突然爆发出一阵欢呼声。那些本来走不动的百姓，像是打了鸡血一样，步子都轻快了不少。你看着这一幕，心里想，看来这画大饼不管在哪个年代都好使。就在这时，系统声音响起，检测到百姓对宿主感激涕零，真龙之气雏形进度提升，发布新任务，在抵达滨州前解决一次大规模的粮食危机，奖励随机紫色词条一个。你还没来得及高兴，张辽就急匆匆地跑了过来。大哥不好了，前面的粮草官报信说，原本预定在前面县城接收的粮食被当地的豪强给扣下了。张辽气得脸通红，这些混蛋说是董卓死了，朝廷乱了，他们不认咱们的公文。你眼神一冷，你刚才还在想怎么解决粮食危机，这不，机会送上门来了。带路，我去看看是哪个不长眼的敢动老子的粮食。你握紧了方天画戟，你带着张辽和几百骑兵风驰电掣地赶到了前面的县城。县城门口，几十个家丁打扮的人正拿着棍棒拦着你的运粮车。一个胖得跟球一样的中年人正坐在太师椅上，剔着牙。我告诉你们，这是王家的地盘，什么吕将军没听说过？想要粮，拿金子来换。胖子嚣张地喊着。你策马冲到跟前，居高临下的看着那个胖子，你就是王家的人？你淡淡的问。胖子斜着眼看你，哟，你就是那个三姓哎呦。他话还没说完，你直接一戟挥过去，月牙刃贴着胖子的脸切进了太师椅。胖子吓得一哆嗦，直接从椅子上翻了下来，裤裆瞬间就湿了。你跳下马，踩在胖子的胸口上。我问你，粮食在哪？你的声音不大，但听在胖子耳朵里跟雷劈一样。在后院仓库里，大汉饶命，大汉饶命啊！胖子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。你回头对张辽说，文远带人去搬粮，顺便把这王家的家产全查封了，凡是抢来的粮食全部分给百姓。张辽应了一声，带着人就冲进了王家大院。你看着地上的胖子，心里一点同情都没有。这些豪强在乱世里只顾着自己发财，根本不管百姓死活，杀一个能救活成千上万的人。系统，我这算解决粮食危机了吗？你在心里问。任务完成一半，宿主需要将这些粮食合理分配，并确保后续路程不再出现类似情况。你明白了，杀鸡儆猴只是第一步，你要把这一路上的豪强全给震慑住。你把那个胖子拎起来，像拎个小鸡子一样，走，跟我去见见你的那些老邻居。你冷笑着，这一路上你每到一个地方，只要有豪强敢不给粮，你就直接破门而入，你也不全杀，只要听话交粮的，你就留条命，要是敢反抗的，直接一击了结。就这样，你不仅没缺粮，队伍反而越来越壮大。那些被豪强欺压的平民，听说你给分地，还给发粮，纷纷加入进来。等快到滨州边界的时候，你身后的百姓已经快到50万了。陈宫看着这浩浩荡荡的队伍，整个人都麻木了。他现在看你的眼神，就像在看一个怪物。凤仙，我以前觉得你是个武夫，现在我觉得你是个疯子。陈宫苦笑着说。你哈哈大笑。公台，这乱世不烽火不成。走，前面就是滨州了，咱们回家。你看着远方的地平线，心里满是豪气。滨州，你的地盘，你来了。你带的人实在太多了，50万百姓，这在古代简直是个天文数字。虽然一路上抢了不少豪强的粮食，但坐吃山空总不是办法。这天，队伍停在了滨州边境的一个叫安邑的地方。张辽跑来报告说，存粮只够吃3天了。你坐在营帐，看着地图发愁。滨州虽然是你的老家，但你离开这么多年，那里的势力早就重新洗牌了。公台，咱们现在手里的粮不够。滨州这边的刺史张扬跟我是老相识，但你手下那些人估计不会欢迎咱们。你对陈宫说。陈宫想了想，凤仙，张扬这人性格软弱，好说话，但滨州的那些大族，比如王家、郭家，他们才是真正的地头蛇。咱们带着这么多人回来，还要分他们的地，他们肯定要拼命。你心里烦躁，地是老子的，我想分给谁就分给谁。他们要是敢说个不字，我的方天画戟可不是吃素的。你刚说完，系统就跳了出来。检测到宿主面临滨州地头蛇的威胁，发布听劝任务，不要指动物，尝试用利益拉拢一部分，打压一部分。建议找个借口请滨州的名士喝酒。你心想，这系统还挺会玩。行，那就喝酒。你让陈宫写了一堆请帖，发给了安邑附近的豪强和名士，理由很简单，你回乡请大家吃个便饭。第二天中午，你在营帐里摆了几桌酒席，来的豪强不少，但一个个脸上都带着傲气，显然没把你放在眼里。在他们看来，你就是个在外面混不下去，带了一群叫花子回来的丧家
去。吕将军，您在洛阳大发横财，怎么带了这么多流民回来？这不是给咱们滨州添乱吗？一个穿着绸缎的老头阴阳怪气地说道。这人叫郭勋，是当地郭家的族长。你喝了一口酒，没说话，只是盯着郭勋看。你心里默念系统使用洞察人心，技能生效。郭勋心里活动，这你看起来也没什么长进，还是那副死样。他带这么多百姓回来，肯定是想骗咱们的粮。我今天不仅1粒米都不给，还要让他把洛阳带回来的财宝吐出来。你冷笑一声，这老家伙想得挺美。郭老先生，我带百姓回来是为了建设滨州。滨州地广人稀，有了这些人，地就能种出来，税就能收上来，大家不都有好处吗？你大白话的说道。郭勋嗤笑一声，好处？地是咱们的，种出来的粮也是咱们的，你现在要把地分给这些流民，咱们的好处在哪？吕将军，听老夫一句劝，把这些流民赶走，咱们还能坐下来好好喝酒。你放下酒杯，眼神变得冰冷。我要是不敢呢？郭勋拍而起，那这安邑城的门你就别想进，咱们滨州的子弟也不会给你1粒粮食。周围的豪强也纷纷附和，场面一下子变得很僵。你站起身，走到郭勋面前，你比郭勋高出2个头，那股子霸王之勇的气息散发出来，压得郭勋喘不过气。郭老先生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吕布还是以前那个只知道打架的莽夫？你盯着他的眼睛问。郭勋咽了口唾沫，吕布，你想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这里是滨州，不是洛阳。你突然笑了，笑得很灿烂。我当然知道这里是滨州，所以我才请你们来喝酒。既然酒喝不下去，那咱们就换个玩法。你对门外喊道：文远，把东西带上来。张辽带着一队士兵走了进来，每人手里都提着一个大箱子，箱子打开，里面全是金灿灿的金饼和闪瞎眼的珠宝。这些豪强一看，眼睛都直了。你大声说，这些是我从董卓那儿弄来的，谁愿意支持我分地给百姓，这些金子就有他一份。不仅如此，以后滨州的商路我也交给他管。豪强们开始交头接耳，显然动摇了。郭勋急了，大家别被他骗了，这点金子算什么？地要是没了，咱们的根就没了。你猛地拔出腰间的佩刀，一刀劈在桌子上。地没了可以再买，命没了可就什么都没了。郭勋，我给你连你不要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你对张辽下令，张辽，查一下郭家这些年的账，我听说他们私藏甲胄，意图谋反。郭勋吓疯了，你胡说，我什么时候谋反了？你冷哼一声，我说你谋反，你就是谋反。你看向其他豪强，你们呢？是想跟郭勋一起谋反，还是想跟我吕布一起发财？那些豪强又不傻，看到郭勋被扣上谋反的帽子，纷纷倒戈。吕将军，郭家确实不像话，我王家愿意出粮5000石，支持将军安置百姓，我李家也出3000石。你看着这群见风使舵的家伙，心里冷笑，这招拉一个打一个确实好使。你指着郭勋说，把他拉下去，郭家的地全部没收，分给百姓。郭勋瘫坐在地上，面如死灰。解决滨州地头蛇初步阻碍，获得属性点，智力2，获得紫色词条，威震一方。你心里挺高兴，这智力加得好。你现在觉得自己脑子转得快多了。处理完这些豪强，你走出营帐，外面的百姓还在等着。你跳上一块大石头，对着几10万百姓喊道：乡亲们，地有了，粮也有了，郭家的地今天就开始分。百姓们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欢呼声。你看着这一幕，心里觉得很踏实。你现在手里有兵有粮有人心，这滨州你坐稳了。你带着浩浩荡荡的队伍，终于踏入了滨州的中心地带晋阳。晋阳城的老百姓听说你回来了，还带着几10万洛阳人，全都跑出来看热闹。街道两边挤满了人，指指点点的。你骑着赤兔马走在最前面，你没穿甲胄，只穿了一身便服，看起来没那么凶。你时不时的对着路边的百姓点点头，整得跟领导视察一样。进了晋阳城，滨州刺史张扬带着一帮官员在门口等着。张扬这人长得白白净净，看起来挺和善。他一见到你就赶紧跑过来，凤仙啊，你可算回来了。你在洛阳干的大事，兄弟我都听说了，杀董卓救皇上，你现在可是大英雄啊。张扬拉着你的手，笑得满脸褶子。你心里清楚，张扬这是在说客气话。你带了这么多人回来，张扬心里肯定在滴血。智叔兄，客气了，我这也是没办法，洛阳待不下去了，只能带兄弟们回来混口饭吃。你大白话的回应着。张扬看了看你身后那一眼望不到头的队伍，苦着脸说，凤仙，你带回来的这几10万人，晋阳城可装不下，而且这粮食。你拍了拍张扬的肩膀，放心吧，粮食我自己带了一部分，剩下的我会想办法。至于住的地方，我打算让他们在晋阳城外建新城。张扬一听不用他出钱出粮，脸色稍微好了点。你把张扬打发走后，直接去了刺史府。不过现在这儿归你了，你把陈宫叫到书房，公台这几10万人安置是个大工程，建房子、开荒、修路，这些活全交给你了。你当起了甩手掌柜。陈宫揉了揉太阳穴，凤仙，你倒是动动嘴皮子就行，我这腿都快跑断了。不过你之前说的分地政策确实管用，那些百姓现在干劲十足，不用咱们催，自己就开始搭窝棚了。你点点头，公台，你记住了，咱们不仅要安置人，还要选拔人才。这几10万人里，肯定有不少读书人和手艺人，把他们挑出来，给他们官做，给他们钱。陈宫眼睛一亮，这主意好，有了这些人，滨州很快就能运转起来。就在这时，你脑子里响起了系统的声音：宿主成功占据晋阳，开启领地建设模式，发布主线任务，在3个月内让晋阳的人口满意度达到80以上，奖励金色词条抽奖1次。你心想，这满意度怎么查？系统回答，宿主可以随时查看领地面板。你打开面板一看，好家伙，现在的满意度只有40。大部分百姓虽然有地分，但还是担心你哪天变寡，或者被其他诸侯打过来，看来得做点什么稳住人心。你心想，你走出书房，打算去军营看看，刚走到门口就碰到了高顺。高顺还是那副死人脸，但眼神里透着兴奋。将军，县阵营已经扩建到1000人了，全是滨州的精壮小伙子。高顺瓮声瓮气的
的汇报。你拍了拍他的胸口，好，高顺，现阵营是咱们的尖刀，训练不能放松，钱粮不够了直接跟我说。高顺重重地点了点头。你在城里转了一圈，发现虽然乱，但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，百姓们在盖房子，铁匠铺在打农具，甚至还有不少小商小贩开始摆摊了。你路过一个粥棚，那是你让陈公设的，专门给那些还没分到地的穷人吃。你走过去，盛了一碗粥，尝了尝，粥很稠，没掺沙子。你看着周围喝粥的百姓，大声说：“乡亲们，我是吕布，只要有我吕布在，你们就饿不着。”百姓们纷纷跪倒在地，高呼吕将军万岁。你心里挺受用的。你以前当程序员的时候，老板天天跟你说公司是家，结果裁员的时候第一个就把你开了。现在你当了老大，你得让这些百姓觉得跟着你真的有肉吃。回到府里，貂蝉已经准备好了晚饭，将军辛苦了。貂蝉温柔的给你倒酒，你拉着他的手，看着他那张绝世美颜，心里的疲惫一扫而空。蝉儿，跟着我回这穷乡僻壤，委屈你了。貂蝉摇了摇头，只要能跟着将军，哪儿都不委屈。你心里一动，你想起貂蝉那个旺夫词条，系统，貂蝉这词条怎么触发？系统回答，只要宿主与貂蝉感情深厚，词条效果会随着领地的扩大而增强。目前已激活粮食产量增加50效果。你哈哈大笑，这简直是神迹啊！滨州这地方本来就缺粮，有了这50的加成，你还怕个球？你看着貂蝉，心里想，这媳妇真是个宝贝。晋阳的春天来得晚，但风头很劲。你站在城墙上，看着城外漫山遍野的农田，几十万百姓正忙着春耕，这种场面在后世除非是看纪录片，否则根本见不到。凤仙，咱们的种子不够了。陈宫走过来，手里拿着个破本子，愁眉苦脸。你皱了皱眉，怎么会不够？我不是让张辽去附近的郡县收了吗？陈宫叹气道，收是收了点，但那些郡守一个个都跟铁公鸡似的，而且今年天旱，大家手里都没余粮，要是种子种不下去，秋天咱们就得全军覆没。你心里也急，没粮就没兵，没兵就得挨打。你回到府里，看见貂蝉正在后院的小花园里忙活，她手里拿着个小铲子，正往土里埋着什么。蝉儿，你干啥呢？你走过去问。貂蝉回过头，额头上带着细汗，笑着说，将军，我听说滨州缺粮，我在给庄稼祈福呢。你听了，心里暖乎乎的。你大白话的说道，你这傻丫头，祈福要是管用，那大家都不用种地了。貂蝉认真的说，管用的，我听老人家说，只要心诚，老天爷会看见的。你正想笑，脑子里突然叮的一声，叮，检测到家眷貂蝉正在进行旺夫祈福，触发旺夫词条深度觉醒。当前任务，陪同貂蝉前往晋阳郊外的社稷坛进行正式祈福。奖励，领地粮食产量临时翻倍，持续1年，获得词条五谷丰登。你眼睛瞪得老大，翻倍，原本产量就增加50了，现在再翻倍，那岂不是要爆仓？走，蝉儿，咱们去祈福。你拉起貂蝉就走。貂蝉愣住了，将军，你不是说不管用吗？你哈哈大笑，刚才是不管用，现在管用了。你二话不说，备了马车，带着貂蝉和一队亲兵，直奔城外的社稷坛。社稷坛这地方早就荒废了，到处是杂草，你让士兵们赶紧清理一下，又让人弄来了3升祭品。你和貂蝉并排跪在坛前，你心里默念，老天爷，不管你是谁，只要能让我的百姓吃饱饭，我吕布以后一定多杀坏人，少杀好人。貂蝉则闭着眼，嘴里念念有词，一脸的虔诚。就在这时，原本阴沉沉的天空突然裂开了一道缝，一道金色的阳光正好照在社稷坛上，周围的士兵都看呆了。神迹，这是神迹啊！有人喊道。你也觉得身上暖洋洋的，那种真龙之气的感觉越来越强烈。叮，祈福成功，词条五谷丰登已激活，滨州全境获得神农庇护状态，农作物生长周期缩短30，产量翻倍。你站起身，看着远处的农田，仿佛已经看到了金灿灿的麦浪。回到城里，你把陈宫叫来，公台，种子的问题你不用担心了，你现在去告诉百姓，让他们尽管种，哪怕是只有半袋种子的，也给我种下去，我保证今年的收成会让你吓一跳。陈宫一脸狐疑，凤仙，你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？你拍着胸脯说，你就信我的。对了，把那些豪强手里的种子，不管用什么办法，全给我弄过来，就说我吕布欠他们的，秋后加倍还。陈宫虽然不信，但还是去办了。接下来的几个月，奇迹真的发生了。原本滨州这地方土地贫瘠，加上干旱，庄稼长得跟豆芽菜似的。可今年那些麦苗长得又黑又粗，半人多高。更离谱的是，原本要4个月才能成熟的庄稼，3个月就黄了。百姓们都疯了，一个个在地里又蹦又跳。吕将军是神仙下凡啊！吕将军带着貂蝉夫人祈福，老天爷显灵了。这种流言在滨州飞快传播，你的名望达到了顶点。领地满意度提升至85，完成主线任务，获得金色词条抽奖1次。你躺在摇椅上，喝着小酒，心里美滋滋的。抽奖，恭喜宿主获得金色词条，民心所向。效果，领地内发生叛乱的概率降低90%，征兵速度提升100%，且士兵出使忠诚度为80%。你乐得差点从椅子上掉下来，这词条简直是为他量身定做的。你正乐着呢，张辽又急匆匆地跑了进来。大哥好事，滨州南边的几个郡，听说咱们这儿庄稼长得好，郡守带着印信，主动来投降了。你放下酒杯，眼神里透着一股子霸气。投降，那是他们聪明。走，文远，带上县阵营，咱们去接手地盘。你知道，滨州已经彻底成了你的铁桶江山，接下来该往外瞅瞅了。滨州的庄稼长得太好了，好的连塞外的匈奴人都闻到了香味。你正坐在府里跟陈宫商量怎么扩建晋阳城，张辽满身是血的冲了进来。大哥，匈奴人南下了！张辽嗓子都哑了。匈奴单于于夫罗带着5万铁骑冲破了雁门关，正在往新县那边杀，一路上烧杀抢掠，百姓死伤无数。砰！你一掌拍在桌子上，后世的红木桌直接裂成了碎片。这些畜生，你咬牙切齿。你以前看历史书的时候就最恨这些趁火打劫的外族，现在你成了滨州的主人，这些百姓就是你的孩子，动你的孩子那是找死。公台，传令下去，全军集结。你站起身，眼神里全是杀机。陈宫急忙劝道，凤仙，匈奴人全是骑兵，
兵来去如风，咱们现在的步兵多，骑兵少，硬拼的话怕是要吃亏，不如先守住晋阳，等他们抢够了自然会走。你一把揪住陈宫的衣领，大白话的吼道：守！我吕布的字典里没这个字，他们抢的是老子的粮，杀的是老子的人。等他们抢够了，我滨州的百姓就全死光了。你推开陈宫，大步往外走。文远，集合所有骑兵，高顺、县阵营全体出动，我要让这些匈奴人知道，这滨州是谁的地盘。你跨上赤兔马，方天画戟斜指地面，系统给我开启所有战斗词条。第，霸王之勇激活，人中吕布激活，强军之魂激活。你感觉体内的血液都要沸腾了。你带着3000滨州铁骑和1000县阵营，连夜北上，赶到新县的时候，天刚蒙蒙亮，你远远就看到远处火光冲天，空气里飘着一股子让人作呕的焦糊味。一群匈奴骑兵正围着一个村庄肆意狂笑，他们把粮食装在马背上，还用绳子拴着几十个年轻妇女，像赶牲口一样赶着走。畜生！你冷冷地吐出2个字，你没喊冲锋，而是直接一家马腹。赤兔马像一道火红的闪电，瞬间就冲到了匈奴人的阵前。匈奴人还没反应过来，你的方天画戟已经抡开了，噗噗噗，一连串闷响。最前面的几个匈奴骑兵连人带马被劈成了2半，你冲进人群，就像虎入羊群，你每一戟挥出，都能带走几个匈奴人的性命。那些匈奴人引以为傲的弯刀砍在你的铠甲上，连个印子都留不下。是你！有匈奴人认出了他，惊恐的大喊：你的名声在塞外也是响当当的，以前你就在滨州杀的匈奴人不敢南下，想跑晚了。你大吼一声：滨州的兄弟们，杀光这些杂碎！张辽带着骑兵从侧翼杀入，高顺的县阵营则像一堵铁墙一样稳步推进。县阵之治有死无生，县阵营的士兵虽然是步兵，但他们手里拿着长盾和长枪，匈奴骑兵撞上去就像撞在了钉子上。这场战斗根本就是一边倒的屠杀，你杀的兴起，浑身都被鲜血染红了。你盯着远处的匈奴大旗，那是单于于夫罗的位置。于夫罗，滚出来受死！你单骑冲向匈奴大阵，几千名匈奴骑兵想要拦住你，却被你生生杀穿了一条血路。于夫罗看着那个浑身是血的魔神，吓得魂飞魄散。快挡住他！撤！快撤！于夫罗调转马头就跑。你冷笑一声，从马背上取下强弓，嘣！一支羽箭带着破空声划破长空，噗的一声，羽箭直接射穿了于夫罗的肩膀，把他带下了马。你策马赶到跟前，方天画戟抵在于夫罗的脖子上，这就是你的本事。你嫌弃的看着他，于夫罗跪在地上，不停的磕头：温侯饶命，温侯饶命，我再也不敢了。你没理他，转头看向那些被救下的百姓，百姓们看着你，一个个跪在地上放声大哭。你心里一阵酸涩，你提起于夫罗，对着剩下的匈奴兵喊道：都给我放下武器，否则我就把你们单于的脑袋拧下来喂狗。匈奴兵面面相觑，最后纷纷丢下了弯刀。你把于夫罗扔给张辽，冷声说：带回去，关在晋阳的大牢里，我要让所有匈奴部落的首领都来看看，这就是得罪我吕布的下场。丁，击败匈奴入侵，威震塞外，获得属性点，统帅武，获得金色词条，民族英雄。效果：对一族作战时，全军攻击力提升50%，一族士兵士气极易崩溃。你看着这个词条，心里想：这玩意儿好，以后谁敢来炸刺，老子就灭了他全族。你抓了于夫罗，滨州境内的匈奴人一下子成了没头的苍蝇。但匈奴人毕竟人多，还有好几万散落在各处，你没打算放过他们，你要借这个机会彻底把滨州的隐患给清了。将军，匈奴左贤王刘豹带着2万人马正在往这边赶，看来是想救于夫罗。高顺走过来，脸上依然没什么表情。你喝了口水。刘豹，这小子比他爹于夫罗有心眼。高顺，你的县阵营练了这么久，敢不敢跟他们的骑兵正面硬碰硬？高顺挺起胸膛，末将等这一天很久了。好，你一拍桌子，这次我不出手，我给你3000步兵，你带着县阵营当先锋，要是打输了，你就别回来见我。高顺二话没说，转身就走。你其实心里也有点打鼓，步兵硬刚骑兵，在古代战场上那是大忌，但你相信高顺，更相信系统给的那个县镇统领的词条。两军在新县外的平原上摆开了阵势，刘豹骑在马上，看着对面只有几千人的步兵方阵，冷笑道：吕布是不是疯了？想靠这些步兵挡住我的铁骑？传令下去，一个冲锋，把他们全踩成肉泥。匈奴骑兵开始加速，大地震动，烟尘漫天。高顺站在县阵营的最前面，手里拿着一面巨大的铁盾，立盾。高顺一声令下，哗啦一声，1000面铁盾齐刷刷的插进土里，组成了一道钢铁长城。长枪，盾牌的缝隙里伸出了密密麻麻的长枪，枪尖在阳光下泛着寒光。匈奴骑兵冲到了跟前，撞！轰的一声巨响，最前面的匈奴骑兵狠狠撞在了盾墙上，人仰马翻，战马的惨叫声连成一片。但那道盾墙纹丝不动，仿佛生根在了地里。高顺冷冷地吐出一个字：刺。长枪猛地往前一送，噗噗声不断，匈奴骑兵像糖葫芦一样被捅了个透心凉。刘豹在后面看的眼珠子都快凸出来了，这怎么可能？他的精锐铁骑竟然撞不动这些步兵！再冲，给我绕过去！刘豹急了，匈奴骑兵想要转向，但高顺根本不给他们机会。县阵营推进，高顺带着士兵保持着整齐的步伐，一步步往前压。他们每走一步就喊一声杀，那种排山倒海的气势让匈奴马都受了惊，不停的后退。这就是县镇统领的效果，只要高顺不死，这些士兵就是没有感情的杀人机器。你在远处的小山上看着，心里忍不住喝彩，高顺这小子真是个带兵的天才。刘豹见势不妙，想要撤退。这时候张辽带着滨州铁骑从后方抄了过来，想走，问过我的勾连枪
枪没？张辽大喊着冲进人群，匈奴人彻底乱了，前面是撞不动的铁墙，后面是如狼似虎的骑兵。这场仗打到了傍晚，2万匈奴骑兵逃回去的不到3000。刘豹带着残兵败将，头也不回地跑进了深山老林。高顺带着满身的血迹走到你面前，将军，幸不辱命，你跳下马，亲手扶起高顺。好，高顺，从今天起，现阵营就是我你的第一强军。你转过头，对着所有士兵大声说：兄弟们，看到了吗？匈奴人不可怕，只要咱们齐心协力，这天下谁也不是咱们的对手。士兵们齐声高呼：吕将军万岁！现阵营威名远扬，获得奖励，特种兵装备图纸1套，可打造更强的铠甲和武器。你心里乐开了花，有了这图纸，现阵营以后就是坦克部队了。你看着满地的匈奴尸体，心里想，这只是个警告，以后谁敢打滨州的主意，这就是下场。于夫罗被抓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整个北方草原，那些原本蠢蠢欲动的匈奴部落一下子全老实了。不仅如此，乌桓鲜卑的人也开始往晋阳派使者，说是要来朝贡。你坐在刺史府的大厅里，看着面前跪着的一排草原部落的首领，心里那叫一个爽。以前在洛阳，你得看董卓的眼色，看王允的眼色，现在这些人都得看你的眼色。温侯，这是我们部落最好的战马100匹，还有名贵皮毛1000张，请温侯笑纳。一个匈奴小部落的首领战战兢兢地说道。你撇了撇嘴，100匹马，你打发叫花子呢？那首领吓得脸都白了，忙说还有，我们愿意再出500头羊。你冷哼一声，行了，马留下，羊带走吧。我告诉你们，以后在滨州边境，谁要是敢越界一步，于夫罗就是你们的榜样。你拍了拍手，2个士兵把于夫罗抬了上来。现在的于夫罗哪还有半点单于的样子，满脸胡渣，眼神呆滞，身上还穿着破烂的囚服。众首领一看，全都吓得低下了头。你站起身，走到他们中间，大白话地说：我吕布不是不讲理的人，你们想做生意，我欢迎。滨州的盐铁布匹都可以卖给你们，但你们得守规矩，谁要是敢抢，我就灭他全族。明白？明白。众首领连声答应。你摆了摆手，行了，都滚吧，把我的话带给你们的族人。等这些首领走后，陈宫走了进来，脸上带着笑。凤仙，你这一手威慑玩得漂亮，现在边境安稳了，咱们可以腾出手来搞建设。你点点头。公台光靠吓唬是不行的，咱们得在边境修几个贸易市场，让他们习惯跟咱们换东西，等他们离不开咱们的盐和铁，他们就再也反不起来了。陈宫愣了一下，这招釜底抽薪，高啊！就在这时，系统声音响起，成功震慑北方一族，获得名望值大幅提升，开启名将招募功能，宿主可消耗名望值，感知方圆100里内的人才。你心里一动，人才？你现在最缺的就是人才。陈宫虽然厉害，但一个人忙不过来。张辽、高顺是武将，搞内政不行。系统给我搜搜，这晋阳城里还有没有什么牛人？消耗名望值，正在搜索，搜索完毕。目标：常山赵云，目前正路过晋阳。你差点从椅子上蹦起来。谁？赵云？赵子龙？你记得赵云现在应该是在公孙瓒那儿，或者是正准备去投奔刘备，怎么跑晋阳来了？系统回答：由于宿主改变了历史进程，赵云听说你在滨州分地给百姓，还大败匈奴，特意来看看你。二话不说，拿起方天画戟就往外跑。凤仙，你干什么去？陈宫在后面喊：我去接我兄弟。你头也不回地喊道。你骑着赤兔马在晋阳城的大街上狂奔，最后在一家小酒馆门口停了下来。酒馆门口拴着1匹白马，你走进酒馆，一眼就看到了坐在窗边的一个年轻人。那人长得英气逼人，手里拿着一杆银枪，正慢条斯理地喝着汤。你走过去，一屁股坐在他对面。你是赵云赵子龙？你盯着他问。年轻人放下碗，看着你，眼神里透着一丝惊讶。正是在下，阁下是？你哈哈大笑。我是吕布。赵云愣住了，他没想到堂堂滨州之主竟然会亲自跑到一个小酒馆来找他。吕将军。赵云站起身，行了个礼。你拉住他的手，大白话地说道：子龙，别整那些虚的，我听说过你的名声，常山赵子龙，浑身都是胆，我这儿正缺个帮手，你愿意跟我干嘛？赵云看着你，沉默了一会儿。吕将军，我听说你以前名声不太好，但这次来滨州，我看到百姓安居乐业，看到你大败匈奴，我觉得传言不可信。你拍着胸脯说，以前我是没得选，现在我想做个好人。子龙，跟我走吧，咱们一起把这乱世给平了。赵云盯着你看了很久，最后单膝跪地。赵云参见主公。收服神级武将赵云，获得金色词条。五虎之首由于宿主原因，词条产生变异效果。赵云率领骑兵时，攻击力提升100，且拥有7进7出被动，绝不会被包围。你仰天大笑，有了赵云，你这滨州真的可以横着走了。你在滨州搞得风生水起，又是分地又是打匈奴，名声传遍了大江南北。这下冀州的袁绍坐不住了。袁绍坐在他的大殿里，看着手里关于滨州的报信，气得手都在抖。你这3姓家奴，凭什么能过得这么好？滨州本来应该是我的。袁绍大声吼道。旁边的谋士冯骥凑过来，阴恻恻地说：主公息怒，你现在势头正盛，咱们硬拼不划算。不过滨州那些大族肯定对他心怀怨恨，咱们可以派人过去联络那些大族，从内部搞垮他。袁绍点点头，好，这件事交给你去办。我要让你知道，这天下不是光靠拳头就能坐稳的。此时的你正带着赵云在军营里练兵。子龙，你看我这线阵营怎么样？你指着正在训练的士兵问。赵云由衷的赞叹，纪律严明，气势如虹，主公练兵确实有一套。你嘿嘿一笑，这都是小意思。就在这时，陈宫急匆匆地走过来，脸色不太好看。凤仙，出事了，最近晋阳城里流言四起，说你抓了单于于夫罗，是想勾结匈奴造反，而且不少原本支持咱们的豪强开始暗中囤积粮食，不肯卖给官府了。你冷笑一声，流言，这肯定是袁绍那老小子干的。你心里默念，系统使用洞察人心，请选择目标。你想了想，目标晋阳王家的族长王晨，王家是滨州最大的家族，王允就是王家人。你杀了董卓，虽然救了王允，但也抢了王家的地，这仇结的不小。王晨心里
活动，袁绍派来的使者说了，只要咱们能在晋阳搞起暴乱，他就带兵过来支援，到时候滨州就是咱们王家的天下。吕布这莽夫早晚得死。你眼神一寒，果然是这帮老家伙在搞鬼。公台不用管那些流言，你去找张辽，让他带人把晋阳所有的粮仓都给我盯死了。谁要是敢私自运粮出城，直接砍了。陈宫担心道：“凤仙，这样会不会激起民变？”以大白话的说道：“民变？百姓现在有地种有饭吃，谁会跟着他们变？变的只是那些想当土皇帝的豪强。”你转头对赵云说：“子龙，交给你个任务，带上你的白马一从，去王家的大宅子外面转转，不用进去，就让他们看看你的枪快不快。”赵云领命而去。你坐在府里，等着对方先动手。没过几天，晋阳城里果然出事了，一群自称是义军的人突然在大街上放火，还冲击官府，喊着驱逐你，还我滨州的口号。你站在城楼上，看着下面的混乱，一点都不慌。系统开启民心所向，词条激活。原本还在观望的百姓，看到那些义军放火烧他们的铺子，砸他们的摊位，顿时不干了。你们这些坏人，吕将军给我们地种，你们凭什么赶他走？大家伙冲啊！保护吕将军，根本不用你出兵。愤怒的百姓拿着锄头和扁担，直接把那些所谓的义军给围了。躲在暗处观察的王晨傻眼了，这剧本不对啊！百姓不是应该跟着他们一起反抗暴政吗？你见火候差不多了，对方天画戟招了招手。文远、子龙收网。张辽和赵云带着骑兵，像两把尖刀一样插进了闹事的人群。那些豪强养的死士，在正规军面前根本不堪一击。不到1个时辰，闹事的人全被抓了。你带着兵直接冲进了王家大院。王晨正准备从后门溜走，被赵云一枪杆子抽了回来。吕将军，误会，都是误会啊！王晨趴在地上，抖得跟筛糠似的。你走到他跟前，一脚踩在他的脑袋上。误会，袁绍的使者现在还在你后院藏着吧？王晨，我给你机会，你不中用啊！你对张辽说，把王家所有的家产全给我抄了，男的充军，女的卖去算了，女的送去攻防干活。王家这个滨州100年的大家族，就这样在你手里灰飞烟灭。平定内部叛乱，没收豪强家产，获得气运值大幅提升。你看着满院子的金银财宝，心里冷笑。袁绍，你想跟我玩阴的？老子有剧透，你拿什么跟我玩？王家倒了，袁绍派来的使者也被你抓了。你看着跪在堂下的使者，那人叫辛平，是袁绍手下的一个谋士。辛先生，原本初让你来滨州，就是为了看我怎么抄王家的家。你喝着茶，慢悠悠地问。辛平脸色惨白，吕将军，两军交战不斩来使，你不能杀我。你笑了，杀你？我杀你干什么？你还有大用处呢。你把陈宫叫过来。两人嘀咕了一阵，陈宫听完眼睛亮得跟灯泡似的。凤仙，你这招太损了，不过我喜欢。你让辛平写了一封信给袁绍，信的内容很简单，王家已经准备好了，你现在正带着主力在边境打匈奴，晋阳空虚，请袁绍速速发兵。辛平不想写，你直接把方天画戟架在他脖子上，写不写？不写，我现在就送你去见王晨。辛平没骨气的写了。信发出去之后，你就开始在晋阳城外挖坑。你让高顺带着县阵营，在袁绍进军必经的狭长谷地埋伏了大量的火油和干草。袁绍接到信后大喜过望，好，吕布这莽夫终于要栽在我手里了。传令下去，颜良、文丑带兵3万，直取晋阳。袁绍根本没怀疑辛平，在他看来，你这种人除了打仗厉害，脑子根本不够使。几天后，颜良、文丑带着冀州精锐，浩浩荡荡的开进了滨州。他们一路上确实没遇到什么抵抗，这让他们更加坚信晋阳空虚。等他们进了那个谷地，颜良突然觉得有点不对劲。文丑，你有没有闻到一股子油烟味？文丑吸了吸鼻子，好像是有。话音刚落，只听山头上一声炮响，放火！你的声音在山谷回荡，无数带着火的箭矢从山上射了下来，谷底的火油瞬间被点燃，漫天的大火封住了冀州军的去路。嫡系快撤！颜良大喊，但已经晚了，谷口已经被高顺带着县阵营给堵死了。冀州军在火海里乱成一团，自相践踏。你骑着赤兔马从山坡上冲了下来，颜良、文丑留下命来，你一马当先，方天画戟带起一道道血光。颜良举刀迎战，只接了一招，就觉得双臂发麻，手里的长刀差点飞出去。这你怎么比以前更猛啊？颜良心里骇然。赵云也带着白马一从杀了进来，一杆银枪使得出神入化，所到之处冀州军纷纷倒地。这场仗打到了半夜，袁绍的3万精锐折损了大半，剩下的全投降了。颜良、文丑仗着武艺高强，拼死杀出了一条血路，带着几百残兵跑回了冀州。你看着满地的战利品，心里那叫一个痛快。系统，我这算坑了袁绍吗？丁，重创袁绍主力，获得属性点智力5，获得紫色词条，坑神效果，在布置陷阱和计谋时，成功率提升50%，且敌人智力临时降低10%。你哈哈大笑，这词条好，以后专门用来对付曹操和袁绍。你把辛平带过来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辛先生，回去告诉袁绍，想要滨州，让他自己带兵来。要是再派你们这些小鱼小虾过来，我就不客气了。辛平屁滚尿流的跑了。陈宫走过来看着你，感叹道：凤仙，你现在的谋略，连我都自愧不如了。公台，这叫兵不厌诈。袁绍这老小子太狂了，不给他点颜色看看，他不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。经此一战，你的名声彻底响彻天下，所有人都知道滨州的你不再是那个只知道打架的莽夫，而是一头长了脑子的猛虎。滨州彻底稳了。你坐在晋阳城的城头，看着下面繁华的街道，现在这里已经成了北方最安全最富庶的地方，百姓们安居乐业，军队兵强马壮。主公，曹操派人送来书信。陈宫走上城墙，手里拿着一封信，你接过来看了看，信纸挺考究，字迹也漂亮，可你越看越想笑，这曹阿瞒真拿我当以前那个脑子里长肌肉的你使唤呢。主公，曹操这信里没安好心。陈宫坐在旁边，把那封信接过去又看了一遍，他让咱们去打袁术，说是为了大汉江山，其实就是想让咱们跟袁术拼个两败俱伤，他好在后头捞好处。你翘起二郎腿说道：公台，你这就看清我了，这种当我能上。曹操想让我去寿春跟袁术死磕，我偏不去。袁术那老小子称帝就称他的，反正他那皇帝也当不长久。陈宫愣了一下，
问道：“那主公的意思是，咱们按兵不动？动肯定得动。”你站起身走到地图前，指了指滨州南边的南阳郡。滨州这地方虽然现在稳当了，但到底还是穷。南阳就不一样了，那是地乡，人口多，地也肥。袁术现在把主力都调到寿春去显摆他的皇帝梦了。南阳这边肯定空虚，咱们不去寿春，咱们去南阳。陈宫眼睛亮了，一拍大腿说：“主公这招绝了！南阳现在名义上是袁术的地盘，但张绣占着宛城，咱们要是把南阳拿下来，就等于在中原扎下了一颗钉子。”你心里琢磨着，这南阳不仅地盘好，人才也多。诸葛亮现在估计还在隆中种地呢，魏延、黄忠这些猛将也都在那一带晃悠。要是能把这些人弄到手，那才叫真的发财。他对着门外喊道：“文远、子龙，进来！”张辽和赵云快步走进屋。张辽现在精神头十足，自从跟了你，仗打得顺手，赏钱也多。赵云则是一脸沉稳，手里那杆银枪就没离过身。主公有啥吩咐？张辽大嗓门地问。你看着2员大将，心里那叫一个踏实。文远，你带1万人马留守滨州，记住，你的任务就是看好咱们的老窝。袁绍那老小子要是再敢伸手，你就给我狠狠的剁。张辽愣了，主公，你不带我去南阳？你拍了拍他的肩膀，滨州是咱们的根，交给别人我不放心，你在这儿，我后方才稳。张辽重重地点了点头，主公放心，只要我张辽在，滨州丢不了1寸土。子龙，你带白马一从当先锋，高顺带线阵营跟着我。你转头看向赵云，咱们这次去南阳，速度要快，动静要小。等袁术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咱们已经坐在宛城里喝酒了。赵云抱拳领命，末将明白。你心里问系统，系统我这决定怎么样？丁，检测到宿主战略眼光提升，发布新任务，占领南阳，收服张绣，奖励金色词条抽奖1次。建议张绣手下的贾诩是个老狐狸，宿主可以尝试招揽。你心里乐开了花，贾诩啊，那可是3国第一毒士，要是能把这老小子弄来，以后姻缘这种活就不用自己操心了。你回到后院，貂蝉正带着几个丫鬟收拾行装，他知道你又要出征，眼神里虽然有担心，但更多的是支持。将军这次去南阳要很久吗？貂蝉走过来，细心的给你整理了一下衣领，你拉住他的手安慰道：“要不了多久，南阳那地方暖和，等我把地盘站稳了，就接你过去享福。滨州这风沙太大，不适合你。”貂蝉笑了笑，轻声说：“只要跟着将军，哪儿都好。”你心里一热，心想这媳妇真是没白疼。你看着系统面板上那个旺夫词条，心里更有底了。第2天一早，晋阳城外号角齐鸣，你骑着赤兔马，方天画戟在阳光下晃得人眼花。3万精锐大军浩浩荡荡的出发了，路边的百姓都跑出来送行，他们现在对你那是真心实意的感激。吕将军早点回来！有个老农喊道。你对着百姓挥了挥手，大军一路南下，过了黄河，很快就进了南阳的地界。你看着路边荒废的农田，心里直叹气，袁术这败家子，这么好的地方给糟蹋成这样。报告主公，前面发现一伙山贼，正围着一支商队抢劫。赵云骑马跑回来报告。你冷笑一声，南阳这地方还真是乱，走过去看看。你带着几百骑兵冲过去，只见几10个黑脸大汉正拿着砍刀，把几个商人和几辆马车围在中间。领头的一个大汉长得跟铁塔似的，手里拎着2把大斧头，正扯着嗓子喊：“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想从此路过，留下买路财。”你一听这话，差点笑喷了。这台词几千年都没变过啊！都给我住手！你大吼一声，赤兔马几步就冲到了跟前。那黑脸大汉吓了一跳，看着你这身行头，又看了看你手里的方天画戟，咽了口唾沫。你是哪路神仙，敢管老子的闲事？你斜着眼看他，我是吕布，你又是哪根葱？黑脸大汉眼珠子差点瞪出来。滨州那个吕奉先，你没理他，方天画戟随手一挥，旁边的一棵大树咔嚓一声就被拦腰斩断。那大汉吓得手里的斧头都掉了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。哎呀，真是吕将军，俺叫周仓，早就听说将军是大英雄，俺正想去滨州投奔你呢，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。你愣了，周仓，这不是关羽以后的扛刀将吗？你看着跪在地上的周仓，心里直犯嘀咕，周仓不是应该跟着关羽吗？怎么现在跑这儿来当山贼了？你仔细打量了一下周仓，这家伙长得确实壮实，那一身腱子肉，一看就是力气活干多了。旁边还站着一个瘦一点的，长得挺精神，就是眼神有点躲闪。你叫周仓，那他呢？你指着那个瘦子问。周仓赶紧拉过那个瘦子，大声说：“将军，他叫裴元绍，是俺的好兄弟，俺们以前都是黄巾军，后来张角兄弟死了，俺们没地儿去，就在这儿占个山头混口饭吃。”裴元绍也跟着跪下，小声说：“参见吕将军。”你心里乐了，这买卖划算啊！南阳地界还没进呢，先收了2个猛将。虽然周仓和裴元绍在3国里不算顶级，但当个校尉管个辎重那是绰绰有余。行了，都起来吧。你收起方天画戟说道：“堂堂汉子在这儿抢劫像什么话？既然想跟着我，那就把你们的人都集合起来，我这儿正缺带路的。”周仓一听乐得满脸褶子。好嘞，将军放心，这南阳地界俺熟的跟自家后院似的，俺这就去把兄弟们都叫下来。不一会儿，周仓从山上带下来500-600号人，虽然衣服穿得破烂，但看起来都挺精神。你让高顺把这些人编进预备队，先跟着大军走。主公，这2个人可靠吗？赵云走过来低声问道。你笑了笑，子龙，这世道只要能吃饱饭，谁愿意当山贼？周仓这人没那么多心眼，好对付。丁，收服周仓、裴元绍，获得属性点统帅2，获得蓝色词条黄金旧部，效果率领曾经的黄巾军士兵10，士气提升20。你心想，这系统还真是无孔不入，连这种小词条都给。有了周仓带路，你的大军避开了不少烂路，行军速度快了很多。一路上周仓一直围在你跟前，嘴巴就没停过。将军，你那方天画戟多重啊？俺能摸摸不？将军，你这赤兔马一天吃多少豆子？跑起来是不是跟飞一样？你被他问得头大，随手把方天画戟递过去，拿得动你就拿。周仓嘿嘿一笑，伸手去接，结果手一沉，差点没把腰给闪了。哎呦，将军，这玩意儿真沉，怕不是得有80斤。你笑了笑没说话。有了霸王之勇，这方天画戟在他手里就跟灯草似的。大军很快就到了宛城外围，宛城是南阳的治所，城墙修得又高又厚。张绣现在就带着他的西凉铁骑驻守在这儿。主公，前面就是宛城了。张绣
秀这小子虽然本事一般，但他叔叔张继留下来的那些西凉兵可不好对付。陈宫看着远处的程颖，一脸严肃。你坐在马上看着宛城，心里在盘算，张绣这人在历史上可是个狠角色。曹操长子曹昂、猛将典韦都死在他手里，不过那是因为曹操抢了他婶婶邹氏。报将军，张绣派人送来口信，问将军带兵来南阳所为何事。一名探子跑回来，你大声说，告诉张绣，就说你路过南阳，想进城找他喝杯酒，顺便商量一下怎么对付袁术那个伪皇帝。陈宫在一旁听得直皱眉，凤仙，你这也太直接了吧？张绣能信？你哈哈大笑。公台，这张绣现在肯定吓得睡不着觉，他要是敢让我进城，那是他有胆量；他要是不敢，那我就直接攻城。反正这南阳我要定了。此时的宛城内，张绣确实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贾先生，吕布那杀神真的来了，他带了好几万人，还有那个赵云和高顺，咱们怎么办？张绣在屋里走来走去，脸色发白。贾诩坐在椅子上，慢悠悠地喝着茶，他长得白白净净，看起来像个教书先生，但那双眼睛深邃的让人看不透。将军莫慌，吕布这次来不是为了杀人，是为了要地盘。贾诩放下茶杯，语气平淡，要地盘，那不就是要我的命吗？张绣喊道。贾诩笑了笑，不一定，吕布杀了董卓，收编了西凉军，跟咱们其实是一家人，他现在缺的是个跳板。将军，咱们现在的处境很尴尬，南边是刘表，东边是袁术，北边是曹操，咱们谁也得罪不起。那吕布呢？他更不好惹啊。张绣愁眉苦脸。贾诩站起身走到窗边，吕布变了，以前他是个莽夫，但现在的吕布能把滨州治理得井井有条，还能坑了袁绍3万人，这样的人咱们挡不住，不如投降。张绣试探着问。贾诩摇了摇头，投降太早了，先去见见他，看看他到底想要什么，如果他真的能给咱们一条活路，跟着他也未尝不可。张绣咬了咬牙，行听先生的，我这就去准备。宛城外，你的大军已经摆开了阵势，1000名县阵营士兵站在最前面，手里拿着铁盾，像一堵墙一样。你骑着赤兔马在大阵前来回走动。他看着城墙上的张绣，心里在想，贾诩这老狐狸现在肯定在城墙上看着我了。宛城城头，张绣看着下面黑压压的吕家军，只觉得腿肚子有点转筋。他也是西凉出来的，自认为见过大场面，可你这支军队给他的压力太大了。你看那些步兵站得跟木桩子似的，连个咳嗽声都没有。张绣指着县阵营，声音都带着颤。贾诩站在他旁边眯着眼观察。将军，那是高顺的县阵营，你在滨州扩建了这支部队，听说在打匈奴的时候，1000人硬顶住了几万骑兵的冲锋。张绣咽了口唾沫，转头看向另一边的骑兵，那带头的白袍小将是谁？怎么感觉比你还扎眼？那是常山赵子龙。贾诩叹了口气，你真是好运气，连这种万人敌都能收归麾下。将军，咱们城里那3000西凉铁骑恐怕不够人家塞牙缝的。张绣一听更慌了，先生，要不咱们撤吧，去投靠刘表。贾诩摇了摇头，撤不了，吕布的赤兔马快，赵云的白马一从更快，咱们移动他们准能追上，到时候在野外开战，咱们死得更快。那怎么办？难道就在这儿等死？张绣急得直跺脚。贾诩指了指城门，开门。张绣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，先生你疯了，开了门你冲进来，我这脑袋还要不要了？贾诩淡淡的说道，吕布要是想杀你，直接攻城就是了，他现在派人送信，说明他想谈。将军，现在的吕布不是以前那个只知道杀人的吕奉先了，他要的是名望是地盘，不是你的人头。张绣犹豫了半天，最后还是咬了咬牙，行，开门。不过先生，你得陪我一起去。贾诩笑了笑，那是自然。宛城的大门嘎吱一声开了，张绣带着贾诩还有几十个随从慢慢走了出来。你在马上看着这一幕心里乐了，这贾诩果然是个明白人，他一家马腹赤兔马小跑着迎了上去。末将张绣参见温侯。张绣在马下行了个大礼，态度放得极低。你哈哈大笑跳下马，一把扶起张绣，张将军客气了，咱们都是西凉老兄弟，别整这些虚的，我这次来就是想找你喝杯酒。张绣见你这么热情，心里稍微松了口气，但还是有点不踏实。温侯大驾光临，宛城蓬荜生辉，酒菜已经备好了，请温侯进城。你看了看张绣身后的贾诩，故意问道，这位先生是？贾诩上前一步躬身行礼，在下贾诩字文和，见过温侯。你盯着贾诩看，心里默念，系统查看贾诩信息，丁目标贾诩，智力98，词条算无一策，自保第一。当前心里，吕布这眼神不对劲，像是要把我看穿似的，我得表现得低调点，不能让他觉得我有威胁。你心里冷笑，老狐狸在我面前装低调。你说道，原来是贾文和先生，我听人说天下智谋之士，先生能排进前3，今日一见果然气度不凡。贾诩心里咯噔一下，心想这你怎么知道我的？他赶紧谦虚道，温侯谬赞了，在下不过是一介书生，比不得温侯神威。你也不多废话，带着赵云和几个亲兵，跟着张绣进了宛城，大军则由陈宫和高顺带着在城外驻扎。进了宛城的将军府，张绣果然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，酒过3巡，菜过5行。你放下了酒杯，眼神变得锐利起来。张将军，咱们明人不说暗话，袁术在寿春称帝，那是倒行逆施。曹操现在忙着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刘表在荆州守着那1亩3分地，你觉得这南阳以后归谁？张绣手里的筷子哆嗦了一下，小声说，这南阳自然是朝廷的。你冷笑一声，朝廷？现在的朝廷在哪？在曹操的手心里。张将军，你守着宛城，其实就是守着一块肥肉，谁都想来咬一口。你觉得凭你手里这点人，能守得住几天？张绣低着头不说话，冷汗顺着脖子往下流。你看着贾诩问道，贾先生你觉得呢？贾诩放下杯子叹了口气，温侯说的是，南阳是4战之地，确实不好守。将军，温侯这次来其实是给咱们送活路来了。张绣抬头看着贾诩，先生的意思是？贾诩看着你一字一句的说道，温侯想要南阳，咱们给，但温侯得保咱们兄弟的命，还得给咱们一个前程。你拍着桌子大笑，好，贾先生果然快人快语。张将军，只要你愿意跟着我，这宛城还是你守，你手下的兄弟均享翻倍。至于贾先生，我这儿正好缺个出谋划策的。张
张绣看了看贾诩，见贾诩点了点头，他猛地站起身，推金山倒玉柱般跪在地上：末将张绣愿为温侯效犬马之劳。